给我战至最后一滴血！大前疆土寸步不让！滚回去，告诉朝廷北疆沦陷！快去请求增援，就算死也要把信送到！陛下，北蛮撕毁盟约，20万大军入侵，北凉军已沦陷。北疆防线全线告急，蛮军势如破竹，再无援军，恐将尽失。陛下，北疆急报，字字泣血，北蛮狼子野心，大举入侵。北凉一失，北疆门户洞开，12郡唇齿相依。若再无举措，中原北境将无险可守。欺人太甚！盟约说撕就撕，说打就打，当真以为朕软弱可欺吗？陛下息怒，臣早有言：北蛮贪得无厌，背信弃义，是其本性，与虎谋皮，终被虎视。他们看准了我朝内乱，兵力分散，才敢如此猖獗。北疆12郡，乃我中原屏障，一旦失守，蛮骑长驱直入，铁骑所过，寸草不生。无数百姓将沦为奴隶，无数难民将涌入中原。届时中原大乱，社稷危矣！以下书表所言极是，出兵必须出兵。李尚书，如今朝廷可调动之兵还有多少？回陛下，各地叛军四起，京师周边军队皆已开赴平叛前线，远水难救近火。抽调10万禁军，北上驰援。陛下万万不可！京师乃国本所在，20万禁军是守卫京城的最后力量。若抽调10万，京城防卫空虚；若有野心之辈趁机作乱，京城危矣。国本动摇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那朕当如何？不调京师之兵，从何处调兵？北疆战事瞬息万变，等各地平叛军队回援，北疆早已尽归蛮夷之手。难道要朕眼睁睁看着北方百姓惨遭屠戮，看着国土一寸寸沦丧？陛下，10万大军绝不可动，最多抽2万，2万精锐北上，护守待援，拖延10日，请陛下命各地平叛军队抽调精锐。星夜兼程北上会合，2万兵力虽少，却足以表明朝廷决心，稳住北疆民心。准奏，本朕旨意从京师禁军中抽调2万精锐，即刻集结北上。朱清，谁愿挂帅，领兵出征？朕的大前，难道连一个敢于赴死的将军都没有了吗？又加班到凌晨，这见鬼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丁，检测到穿越者，系统激活条件达成，任务主动站出，请求领兵北上，奖励开启系统并获得新手大礼包。重活一世，老子绝不再当个只能加班等死的废物。有了现代知识和系统，我要称霸这大前天下。父皇，儿臣愿意，请战领兵，前往北方抗击蛮军。老六疯了，他吃错药了！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，居然敢说领兵抗蛮！我操，老六今天脑子被门夹了，这种时候站出来，是嫌死得不够快。疯了，彻底疯了！这种场合说这种话，不是找死是什么？楚云，北疆战事关乎国运，关乎万千将士性命，关乎大前存亡。你一个连兵书都没读过，连战场都没见过的人，也敢妄言领兵？你把军国大事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你平日里的斗鸡走狗、寻欢作乐吗？放肆！简直放肆！父皇，北疆告急，儿臣身为皇子，怎能坐视不理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纵使九死一生，儿臣也愿与蛮夷血战到底。见鬼了！老六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好一个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！楚云，你给朕听清楚了，战场不是戏拳子，不是你平日里胡闹的地方，那里刀光剑影，血肉横飞，是真真正正杀人死人的地方。一步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
这年你年少无知，从未经历过战阵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你当真要领兵北上？父皇，儿臣身为皇子，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。如今国家有难，北疆告急，儿臣岂能退缩？纵是刀山火海，儿臣也愿往。此心已决，绝不后悔。当真不后悔？绝不后悔。好，好，好！不愧是朕的儿子。朕从前只当你顽劣不堪，胸无大志，只知吃喝玩乐，却没想到，在这国家危难之际，你竟能挺身而出，有如此血性与担当。单凭这一点，便胜过无数人。朕准了。陛下圣明，六皇子深明大义，实乃国之幸事。六皇子虽年少，却有如此气魄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有六皇子领兵，北疆定能转危为安。出风头也不是这么出的吧？这可是九死一生的战场，装什么装？看你能撑多久！说实话，换作是我，还真不敢站出来。老六这胆子是真不小。第五，臣在。兵部立刻调拨粮草、军械、战马，务必在5日内齐备，早日启程。臣遵旨。六皇子真能打仗。真没想到，六皇子竟有如此胆量。胆量？我看是莽撞，是去送死。送死未必。你没看陛下最后那态度，明显是对他刮目相看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储君之位空悬已久，几位皇子明争暗斗这么久，谁不想博个好名声？六皇子这是险中求胜，想借此机会在陛下面前挣个忠勇的印象分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可能。以前看着像个废物，没想到心思这么深。这下热闹了，连最不起眼的六皇子都掺和进来了，这储位之争怕是要更乱了。系统，你千万别坑我！刚才在朝堂上牛皮都吹出去了，要是系统不靠谱，我真得死在北疆。宿主放心，系统正在加载中，进度10%，绝不会坑你，你就放1万个心。老六，别以为你主动请战，就能在父皇面前邀功，战场可不是儿戏。更不是你博取好感的戏台子。我告诉你，太子之位不是你这种废物能染指的。哼，大哥，我怎么做，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，管好你自己吧，别真把自己当根葱。老六，你放肆，竟敢如此跟我说话！大哥，你还不是太子，少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没那个身份，就别摆那个架子。你，老六，你给我等着，到了北疆，看你怎么死！我没看错吧？老六刚才跟老大硬刚，靠，这变化太大了吧！以前见了老大跟老鼠见了猫似的，今天吃枪药了。他不会是被人换了吧？这胆子简直判若两人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他哪来的底气敢跟老大硬碰？唉，可能是知道自己要上战场，九死一生，破罐子破摔了吧？说得对，横竖都是死，不如临死前硬气一回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走吧，免得被老大迁怒。系统加载完了吗？快了快了，宿主别急。殿下，您回来啦，马车都备好了，就等您呢。是啊，殿下，听说城外西郊的桃花开得正盛，漫山遍野都是，可好看了。还有，城西新开了家点心铺，据说桃花糕做的一绝。回来时咱们正好可以顺路去买些尝尝。原主这满脑子吃喝玩乐的性子，我现在可没心思伺候。今天不去了。不去了？可是殿下，您不是盼了好久吗？临时有事，我回书房休息。没我的吩咐，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扰。什么情况啊？殿下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是啊，往常殿下一听说出去玩，比谁都积极。今天怎么说不去就不去了？西郊的桃花，他念叨了快半个月了，我也想去好久了。算了，既然殿下不想去，那便不去了吧。看殿下的样子，好像有心事，我们别去打扰他了，下次再说。好吧，只能这样了。系统加载完了没？系统加载中，当前进度95%。成了，小爷也是有系统的人了。系统，快说说你都有什么功能？本系统为战神系统，旨在帮助宿主成为横扫天下、无人能敌的最强战神。宿主可选择华夏历史任意一位武将模板，绑定后获得其天赋、武技举基础体质。就这，没别的了，比如召唤文臣武将、兑换粮草军械、发布任务奖励之类的。本系统为初代版本，功能单一，暂无其他拓展模块。
坑货系统，老子是皇子，你给我一个纯武将系统，就算给个召唤系统也行啊！让我一个皇子去当纯粹的猛将，这合理吗？算了，武将就武将吧，猛一点也不错。对了，新手礼包呢？宿主选择武将模板后，新手礼包将自动发放。关羽忠义无双，吕布天下无敌，但论霸王之气，唯有那一人。系统，我选择项羽模板。丁，宿主确认选择武将模板绑定中，开始改造塑身体质。这就是霸王之力，太牛逼了！丁，塑身体质改造完成，成功获得项羽基础天用，新手礼包已发放，请查收。警告：系统核心模块异常，检测到未知干扰，能量不足，即将关闭。宿主再见。童子哥，别闹，快出来！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，你是不是在逗我？狗东西，你真走了！霸王枪！霸王枪！收。出。系统没了就没了吧。从现在起，我不再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皇子。娘娘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不成？慢慢说。娘娘，六皇子殿下他出事了！我鱼儿怎么了？快说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殿下他在早朝上主动向陛下请战，要领兵北上去打北蛮。你这奴才莫不是听错了，还是在外面听了些风言风语，回来糊弄本宫？楚云是什么性子？吃喝玩乐样样精通，让他带兵打仗，简直是让猫去抓鱼，见了血怕是都要腿软。我的儿子我最清楚，他绝不会做这种傻事。定是你听错了，下去吧，别在这里危言耸听。娘娘，奴才没有听错，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六皇子殿下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亲口说的。陛下都已经答应了，还下了旨，让兵部准备粮草军械。这件事现在整个宫里都传遍了，奴才一听说，立马就跑回来给您报信。真的，云儿她真的主动请战了，这还是我那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儿子吗？你确定？奴才确定，句句属实。战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地狱，若是云儿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该怎么活？是谁逼他？是谁给他下的套？敢算计我的儿子，我扒了他的皮！不行，我得去问问他，他是不是疯了，是不是发癫了？好好的皇子不做，去打什么仗？你立刻去六皇子府，把楚云给我叫过来，我要当面问他，快去！是，奴才这就去。你说，云儿他是不是疯了啊？好好的皇子党，非要去北疆那种鬼地方送死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真是要被他气死！娘娘，奴婢不知，或许殿下他有自己的打算吧。打算？他能有什么打算？这臭小子从小到大除了玩还会干什么？我看他就是一时头脑热逞能，真以为战场是酒楼茶馆，是可以随便胡闹的地方，真是让人不省心。等一下他过来，我非得好好骂他一顿不可，让他立刻去跟陛下请辞，这仗说什么也不能去。殿下，您可算来了，快进去吧，娘娘已经在殿内坐了许久，一直等着您呢。母妃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殿下，娘娘心情差得很，从得知消息后就没说过几句话，您还是快点进去宽慰宽慰吧。楚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好好的安稳日子不过，你偏偏要主动请命去战场，那是能随便去的地方吗？刀枪无眼，动辄就要丢性命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是不是宫里有人给你下套，有人逼你这么做？你跟娘说实话，谁欺负你，谁算计你，伪娘就算拼了这条命也去给你主持公道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这份担忧没有半分虚假，这宫里的妃子都在逼儿子争权夺位，唯独他只求我平平安安。这份不掺功利的母爱，太戳心了。母亲，没有人给儿臣下套，也没有人逼我，是儿臣主动向父皇请命要去边关的。这还是我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儿子吗？你要是想当太子，想争皇位，你跟为娘说，为娘就算倾尽所有也会帮你。咱们没必要去战场上拼命，没必要拿性命去赌啊！母亲，儿臣没有糊涂，这件事，儿臣真的已经考虑清楚了。
从前儿臣只会吃喝玩乐，让您担惊受怕。如今想明白了，不想再做废物，不想再让母亲失望。母亲不用再劝，儿臣心意已决。在战场上，儿臣定会保护好自己，绝不轻易涉险。更何况，儿臣已在父皇面前立下军令状，君无戏言，断没有反悔的余地。这还是我那个只知胡闹的云儿吗？她终于长大了。好，既然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为娘尊重你的决定。但战场凶险，你万事小心，凡事以保命为先，千万别逞强，别让为娘失去你，知道了吗？母亲放心，儿臣记下了，定会平安归来。今晚就留在宫里，陪为娘好好吃顿晚饭。好，儿臣陪母亲吃饭。速速去传御膳房，备殿下爱吃的饭菜送来。陛下，六皇子殿下刚去了后宫李妃娘娘的寝宫。李妃性子温伟，唯独对这个儿子疼到了骨子里。听闻他要去九死一生的战场，必定心急如焚，正变着法儿劝他反悔求饶呢。小高子，你跟着朕多年，你说说看，楚云这一次究竟会作何选择？他是硬着头皮赴战场，还是回头来朕这御书房请罪反悔？陛下，老奴愚钝，看不透殿下的心思，实在不敢妄断。哼哼，君无戏言。他既已当众应下边关征战之事，若是此刻怯战退缩，找人说情，那朕便对他彻底失望了。朕的皇子可以平庸，绝不可贪生怕死。这般没有担当、言而无信的人，就算留在京城，也终究是扶不起的废物。去后宫外候着，悄悄打探，看看楚云在李妃那儿到底是何态度，即刻来报。老奴遵旨。老六，朕给了你证明自己的机会，希望你千万别让朕失望。陛下，老奴打探清楚了，六殿下并未诉苦，也没有半点反悔怯战的意思。李妃竟没哭着拦着他，没逼着他来朕这儿反悔请罪。回陛下，没有，六殿下态度坚决，彻底说服了娘娘。娘娘虽担心，却尊重了殿下。殿下此刻已经留在宫里陪娘娘用晚膳了。老六是真的变了，终于有担当了。传旨，命禁军副统领王虎带领精锐兵马，随同六皇子北上支援。告诉王虎，不管战事如何，拼尽全力保证六皇子安全，不得有半点疏后。老奴遵旨，这就去传旨。北方战局糜烂，仅凭2万兵马根本掀不起风浪。但皇子亲临前线，代表的是朕的态度，形同朕亲征，守军士气必将大涨。老六，只要你们靠着这股士气拖住蛮军，就能为朝廷主力争取时间。北方的危局全系于你一身了。这不是六皇子吗？今日怎么会来后宫？你还没听说？今日朝堂之上，六皇子主动请命，要去北方边关战场。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他那纨绔身子，连骑马都费劲儿，怎么敢去战场？千真万确，满朝文武都听见了，听说还立了军令状呢。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往日混吃等死的主，竟要上战场了。燕雀安知红素之志。哟，这不是六弟吗？这么晚了，还在后宫逗留？哼，难不成是求完你母妃，让她帮你向父皇求情，收回成命？白天在大殿上，你说的倒是慷慨激昂，怎么这才几个时辰就怕了，就想缩回去了？六弟，大哥太了解你了，你从小娇生惯养，连杀鸡都怕，哪敢去那种光剑影的地方，不过是逞口舌之快罢了。大哥哪只眼睛看见我是来求母妃说情的？我楚云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从来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北方战场，我去定了，不必多言，你就等着看我如何凯旋。凯旋？你先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再说。真以为战争是儿戏？凭你这纨绔废物，也敢上战场搏功名，还想借着军功染指储君之位，简直是做梦！我就在京城等着，等你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的消息。殿下说的是，六皇子平日里只会吃喝玩乐，哪懂什么行军打仗？此去必定是有去无回，根本不配跟殿下相争。这储君之位向来是能者居之，非殿下您莫属。不错，你很会说话，有赏。谢大皇子殿下。
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殿下，我们没被人欺负，是担心您啊！您怎么就这么想不开，非要做那样的决定？到底怎么了？什么事想不开？殿下，你要去北疆战场的事，现在外面全都开了，街上的人都在说您这是去送死啊！呸呸呸！胡说八道！什么叫送死？仗还没打，这群人就先在背后唱衰，全是一群长舌庸人。殿下，战场之上刀剑无眼，到处都是刀枪剑士，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。你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和春桃该怎么办啊？你俩就不能盼着我一点好？整天净说这些丧气话。我这次去北疆，是去建功立业，不是去送死。别总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啊！天啊，这还是我们那个整日吃喝玩乐的殿下吗？主动去战场建功立业，我们是不是在做梦？你们两个就别瞎想了，也别杞人忧天，我心里有数。殿下，我们也要去，我们跟着您去北疆，伺候您的饮食起居，好好照顾您。我这是去打仗，是去行军布阵，不是去游山玩水。你们两个姑娘家跟着我，像什么话？行军打仗哪有带侍女的道理？行了，别胡闹，你们俩就乖乖留在府里，好好看家，等我回来。你看看你们，说的好像我一去就回不来了一样。真不知道你们这两个小脑袋瓜里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姐，你瞧见没？殿下真的变了。是啊，以前殿下就知道吃喝玩乐，从来不会说这种正经话。以前让他多学一点东西都嫌累，现在居然敢主动去打仗，还说要建功立业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殿下不再是以前那个混日子的纨绔了，可我还是怕他出事。不管咋样，殿下想做正事儿，我们就得支持。我们乖乖在府里等着，把家里看好，等殿下平安回来。真他妈倒霉，好死不死被抽中去北疆。这哪是去打仗，这根本就去送死啊！听说这次领兵的还是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六皇子，他跟着去干嘛？嫌命长？别说了，现在能吃一顿是一顿，真到了北边，哪天脑袋落地都不知道。将军，这次北上本就九死一生，现在还要多护一个废物六皇子，这简直是个催命的累赘。他文不成武不就，跑前线添什么乱？万一他有个闪失，陛下怪罪下来，咱们全得陪葬。牢骚少发，这话出了这个仗，再敢乱说半句，军法处置。六殿下代表皇室，能提振军心，陛下亲令，务必护他周全。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不管遇到什么，拿命把殿下护住，明白？末将明白，定以性命护殿下周全。去清点粮草军备，51道准时拔营，北上驰援。这一趟前途未卜，2万兄弟还能活下几个？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，骨子里的统帅之血终于要燃烧了。殿下，北疆刀剑无眼，您千万别冲在前面，保护好自己才是最要紧的。殿下记得按时用膳，天冷天衣，多听将领劝阻，万不可再任性了。我们在府里等您。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。你们安心在府里待着便是。系统出品的战将，今日便用蛮族的血来开封。殿下，您这身铠甲太帅了，简直像天上的战神下凡。是啊，殿下，太酷了，跟平时完全不一样。看好府邸，照管好所有人，等本王凯旋。是。来者何人？师部，军营重地，不得擅入。我是六皇子楚云，小的不知殿下到，死罪，请殿下恕罪。无妨。王虎将军可在中军大帐？在，将军正布置军务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不必，我自行前往。我操，那就是传说中只会吃喝玩乐的六皇子。你看那玄铁铠甲和长枪，这气场哪是废物皇子？这铠甲的线条，简直是从画里走出来的少年将军。这一身极品装备，加上这摄人的杀伐锐气，传言果然不可信。这霸气侧漏的模样，真的是往日那个身形单薄、眼神涣散的纨绔皇子。末将王虎
参见殿下。王将军不必多礼，起身吧。此番北上，我出摄军旅，诸多事宜不懂，往后还请将军多多指教担待。末将不敢，定当竭尽所能辅佐殿下。大军筹备的如何了？粮草、军械、战马是否齐备？回殿下，2万将士已集结，粮草、战马皆备，51道便可拔营北上。王将军，我明白你的顾虑。我虽是大军名义上的主帅，但行军布阵我远不如你。往后军中实际指挥权依旧交由你手，军务调度、作战部署皆由你决断，我绝不插手，更不瞎指挥。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，匹夫之勇岂能当3军统帅？殿下英明，末将定竭尽所能，统领大军，誓死护殿下周全。有劳。全军听令，拔营起寨，北上北疆。遵令。这6殿下竟不去坐舒服的马车，毫无骄纵之气。看来以前的纨绔真是在藏住。王将军，从京城发一路赶到北疆，大概要走多少天？回殿下，大军带着辎重走不快，正常行进约莫1月可达前线。20天的急行军，越往北，风越冷，而比风更冷的是人心。王将军，这些逃难的百姓，最终会被安置到何处？按规矩，沿途官府会设点收留，统一安置到各郡的临时居所，分发粮食。可人数太多，北地又贫瘠，官府有心无力，许多人只能流落街头，甚至沦为乞丐。北边的战事具体如何了？有没有最新的战报传回？蛮军势头极猛，已连克北凉、幽、燕3郡，正全力进军河北郡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。按现在的行军速度，我们定能在蛮军破城前抵达静安郡，依托高墙坚守，等待驰援。北方各郡的守军就这么拉垮，连依托城池都守不住。殿下，地方军多是临时征召的乡勇，疏于训练，连阵型都站不齐，怎敢和蛮军铁骑硬碰？加上这些年靠纳贡求和，地方军更懈怠，平时只剿剿土匪，见着蛮军阵仗早慌了神。内强外干，强干弱支，这体制简直和曾经的大宋如出一辙。中央集权保了皇位，却把边疆百姓送给了异族。别急了，求求你们，孩子要被急死了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天爷啊，你就不能开开眼了？逃吧，再不逃就来不及了！逃？往哪儿逃？现在出去就是死路一条。咱们没权没势，没马没粮，能逃到哪儿去？那就在城里等死吗？我不想死，我家里还有老母亲啊！满军所过之处，屠城劫掠，鸡犬不留。妻儿已秘密送往京城，可我若弃城，朝廷连坐，他们必定满门抄斩。来人，传我命令，立刻召集城中所有父老乡亲、青壮男丁，还有全部守军及集结城墙，快去！遵命。诸位乡亲父老，我乃河北郡守张震。蛮军将至，我张某人身为郡守，绝不弃城逃跑。此刻我们无路可退，也无处可逃。如今唯有自救，死守城池，才有一线生机。本郡守命令，城中所有青少年全部登城协助守军，搬运石块、浇灌滚油，加固城防，修造城墙。老弱妇孺悉数归家，勿要外出扰乱防务。全城上下齐心协力，共守家园。朝廷大军已从京城出发，日夜兼程赶来支援。只要守住城池，坚持到援军到来，我们就有救，我们的家人就能活。一旦城破，蛮军凶残，屠城屠戮是常态。到那时，男女老幼无人能活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拼死一搏。为了家人，为了自己，守住河北城！守住河北城！未经训练的平民，没有像样的兵器，撑个3、5天已是极限，多撑1日，便多活1日吧。哈哈哈！大前人就是一群软蛋，3郡城池咱们轻轻松松就拿下了，一群只会种地的废物，根本不敢反抗，就是待宰的两脚羊。听说河北城还有不少好东西，等破了城，咱们接着抢。大前人的钱就是多，这仗打得太痛快了，根本没人能拦得住咱们。
大帅英明神武，有您领兵，大前军队根本不堪一击。大前早已腐朽不堪，军队羸弱无比，咱们一路南下，所向披靡。依属下看，不仅是河北城，整个中原大地迟早都是咱们的囊中之物。勇士们，加快行军速度，以最快的速赶到河北城，一举拿下这座城池。进城之后，尽情抢，尽情杀，尽情狂欢。你们抢到的所有钱财，都帅绝不干涉。来了，满兵真的来了，满兵来了，快跑啊！关门，快关门，立刻关城门！将军，还有一大半百姓没进来啊！再不关门，咱们全完！一二，嘿呀！开门，让我们进去开门呐！我儿子还在外面，将军，求您开门啊！拿下是这座城，咱们先锋营立头功！快关门，顶住！冒进！总算守住了大门吗？开门！我们是大前的百姓啊！你们不能见死不救！大前的子民在被屠戮，我们却只能像懦夫一样看着。听着，严禁任何人私自出城迎战，违令者斩！我操！这么多蛮兵，咱们怎么可能守得住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这么多人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咱们淹死。全城拼凑不到15000人，真正能上阵杀敌的竟不足1000。20里城墙，一旦蛮军全线强攻，这座城还能撑过3天吗？一群乌合之众，不过是些老弱残兵加种地的农民，也敢挡我北蛮精锐，简直是自不量力！大帅，您看城上那群人，吓得腿都软了，不堪一击。就这帮拿锄头的两脚牙，再多1倍也守不住。等破了城，金银财宝、漂亮女随便拿，太舒坦了。你去城下告诉那郡守，只要打开城门，率众投降，本帅可饶全城百姓不死；若是顽抗，破城之日，鸡犬不留。遵命！城上守军听着，我北蛮大军压境，河北城必破。蛮兵凶残成性，一路烧杀抢掠，开城投降，那才是全城百姓真的死路。主帅有令，打开城门投降，可保百姓性命无忧。若是执意抵抗，待到城破，定要屠城，一个不留。哼！我乃大前郡守，守土有责，誓死不降。想要河北城，就踏过我的尸首过来。攻城！全军出击，攻破河北城，鸡犬不留。守住，把他们打下去！敢退一步，格杀勿滥！退回来！一群乌合之众，竟挡得住我的精锐！全军压上，不计伤亡，给我强攻！看他们撑多久！大人，西门顶不住了，快调人！东门蛮兵太多，快支援！我们守不住了！四面楚歌，河北城的尽头到了。本4路攻打4门，不计代价，今日必踏平河北城！跟他们拼了！守住城墙！财物、女人都是我们的！若有援军，这满城的百姓，难道就活该沦为草芥吗？要不赶紧跑吧，就咱们这点人，根本挡不住蛮兵。你疯了！擅自逃离军队，立马会被定为逃兵。不光自己要死，一家人都得被连坐处死，一个都跑不掉。那就在城内等死吗？静安城守军才几千人，大多还是没上过战场的新兵，拿什么挡蛮军的精锐？进军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，这不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吗？就咱们这3瓜2枣，兵器破旧，粮草也不多，根本守不住。别抱怨了，抱怨也没用，现在只能听天由命。看看郡守大人会不会有应对的法子吧。河北城一旦被破，静安便是北蛮南下的下一个目标。晋军为何连半点消息都没有？这几千弱兵怎么挡？来人，再派几匹赤尾，全力探查河北城的战况，一有消息立刻回来禀报，不得有误。遵命。快看，你们快看那边，官道尽头有队伍，好多人。是晋军，是咱们的援军来了，终于来了！
靖安城有救没有救了？快去郡守府禀报郡守大人，就说朝廷援军抵达城外，快去！大人，援军到了，晋军到了。你说什么？援军真的来了，在城外，千真万确。大人，就在城外官道上，浩浩荡荡的大军。终于等到了，这下靖安城有救了。随我出城迎接晋军。晋军来了，咱们不用再往南逃了，终于安稳了。那可是京城来的晋军，都是精锐，肯定能挡住蛮兵。诸位将军一路辛苦，在下靖安郡守杜文携全城官吏百姓攻迎晋军，有晋军驰援，靖安城百姓总算得以安心。杜郡守不必多礼，我是六皇子楚云，奉陛下旨意，率领2万禁军北上驰援，抗击北蛮。六皇子，皇子竟然亲自领兵出征，原来是六皇子殿下。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殿下亲临北疆，实乃靖安城百姓之福，大钱之福。殿下与诸位将军一路辛苦，快请进城，下官已备好歇息之处，为大军接风。传我命令，全军分批入城，即刻接管靖安城4门城防，替换原有守军，加固城墙防务，严查进出人员，布防粮草军械，不得有丝毫疏漏。遵令。第1碗酒，下官代表靖安郡全城官吏百姓敬殿下，敬诸位禁军将士。若无禁军及时赶到，靖安城危在旦夕，百姓难逃屠戮，此恩靖安上下没齿难忘。杜禁守，客套话不必多说，眼下战事紧迫，我想知道靖安城内如今具体情况如何。难民、城防、粮草，一一细说。殿下，实不相瞒，城内境况不容乐观。自从北蛮入侵，北方3郡相继沦陷，蛮兵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百姓家园尽毁，只能拖家带口南下逃命。如今靖安城内涌入的难民已有数万，且北方官道上还有源源不断的难民往这边赶来，每日都有大批百姓涌入。城内早已人满为患，这些难民大多是从北凉、幽、燕3郡逃出来的，一路颠沛流离，缺衣少食，不少人饿病交加。城内各处街巷、空地上全是露宿的难民，光是安置他们就已经让下官焦头烂额。更棘手的是北方战事，蛮军已攻入河北郡，用兵围困河北城，咱们这边断了那边的消息已有数日。依下官看，河北城兵未将寡，怕是早已凶多吉少，撑不住了。城内粮草储备如何？现有存粮能支撑多久？殿下，靖安郡本就不是产粮大郡，官仓存粮本就不多，原本只够城内守军百姓正常支撑2个月。可如今数万难民涌入，每日耗粮激增，按照眼下的消耗速度，官仓现存的粮食顶多只能撑1个月。若是后续难民继续增加，怕是连20日都撑不住。王将军，粮草之事后续再想办法。当下重中之重是立刻部署靖安城全面防务。蛮军连破3郡，如今兵锋正盛，气焰嚣张。拿下河北城后，必定会马不停蹄挥师进攻靖安。我们没有太多准备时间，你即刻调配兵力，加固城墙，筹备滚石类木、弓箭、火油，严查城内奸细，安抚难民秩序，务必在蛮军到来之前，将整座靖安城打造成牢不可破的堡垒。末将遵命。下官带领郡府上下全力配合。无论是粮草调配、民服征进、物资筹备，但凡禁军有任何需要，尽管开口，下官必定倾全城之力一一办妥，绝不给殿下拖后腿。杜郡守，你不必过分忧心。此次我率领的2万禁军，只是朝廷北上先头部队，陛下早已下旨，从全国各地调集精锐兵力，源源不断往北疆赶来。用不了多久，大批援军就会抵达靖安。殿下英明，有殿下坐镇，靖安城定能守住。马东，你带5000人守东门，那里地势平坦，最容易被蛮军进攻，务必把滚石、火油都备足。西门交给李校尉，派人把城门后的挡门木换结实，再多加2道门栓，严防蛮军冲车破城。北门、南门各分3000人，剩下的4000兵力跟着我，作为机动队伍，哪边危急就去支援。
所有将士轮流值守，昼夜不停。城墙上下都要安排岗哨，一有动静立刻传报。将军，咱们刚到静安，对周边地形、蛮军动向全都不清楚。属下请求带一队精锐骑兵出城去周边探查地形，摸清各处小路隘口，顺便去北边打探敌情，也好让咱们提前做准备。准了，你挑100骑兵，多带干粮和水，早去早回。路上千万小心，别轻易跟蛮兵交手，打探到消息就立刻回来。是。等一下，我也要去。务必护好殿下的安全，绝对不能让殿陷入险境，明白吗？将军放心，属下就算拼了性命，也定会护殿下周全。避开官道，专走林道，注意警戒蛮军斥候。北使明白，所有人打起精神，随时准备战斗。这就是人间炼狱吗？老人家，前方河北城的战士怎么样了？没了，全没了。河北城早就破了，3天前就破了，郡守大人战死了，蛮兵见人就杀，一把火烧了整座城，数万百姓没几个活下来的。这群畜生，简直是毫无人性的豺狼，竟然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。马副将，这笔血债，我总有一天要让他们100倍偿还。殿下，北蛮势大，我大前臣如今内忧外患，要反攻太难了。难也要打，大前的脊梁不能就这么弯了。殿下，前方2里处发现村落，一队蛮军正在屠村，百姓危在旦夕。蛮军先锋竟然已经摸到静安郡边上了，这是要为大部队扫清障碍。对方兵力多少？可有后续大队？约莫40-50人，全是骑兵。正四处劫掠，未发现大部队踪迹。不过是一群负责侦察滋扰的斥候小队。兵力占优，全歼他们，救下百姓，顺便抓几个活口拷问动向。殿下，万万不可！蛮骑骁勇，咱们还要北上侦察，若又有折损，任务怎么办？以卑职之见，咱们应该绕过去，切勿因小失大，保全精锐要紧。因小失大，百姓在受难，你们身为大前士兵，要见死不救。士兵的使命是守护，视而不见与逃兵何异？你若怕了，我便自己冲。区40-50个蛮兵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们是大前禁军，装备甲构均优于蛮夷，告诉我，凭什么打不赢？杀蛮兵，救百姓！弟兄们，让这群畜生知道我们的厉害！杀蛮兵，救百姓，追随殿下！殿下，待会儿您在后方压阵，杀敌的事儿交给我们。不上阵？不，今日我便要看看这系统加持的武艺到底如何。全军突击，一个不留！爷爷说，我们躲在大山里，打仗的坏人就找不到我们了。老天爷，他们怎么会找到这里？给我杀！尽情的抢！这群低贱的大前人全都杀了！他们的钱财、粮食、女人，全都是我们的！尽情狂欢！带走的全部带走，带不走的烧掉，一个活口都别留！
不得好死！老天爷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骂，继续骂！你们这群软弱的两脚羊，除了骂还能做什么？土地、钱财、女人，这就是下场。我的儿啊！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孩子！要杀杀我，放过他们！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大前人，一群只会躲起来发抖的羔羊，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废物。他们坐拥这片肥沃的土地，却根本没资格占有。我们北蛮勇士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，才是天生的征服者。他们的命，他们的东西，生来就该被我们抢，被我们踩在脚下。师长说的对，大前人都是废物。我们才是最强的，杀光他们，抢光他们！这群软蛋，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！都别玩了，各个角落都搜完了没有？值钱的东西、能用的粮食全都带上。搜完立刻集合，咱们抓紧撤，别耽误了回去复命。师长扎克，不好了！村外发现大前骑兵正朝着咱们这边全速杀过来了。慌什么？说清楚，对方有多少人？是不是大前主力部队？不是主力，属下看得清楚，人数不多，不到100骑。区不到100人，也敢来送死？勇士们，别慌，不过是区100来个大前骑兵，也敢主动送上门来找死。正好，杀够大前兵，拿他们的人头回去领赏。随我杀出去！一个都别放过！勇士们，冲锋！杀光这群胆小如鼠的大前兵，让他们挣得厉害！大前的软蛋们，快来受死！就你们也敢跟我们打，简直找死！杀光他们，一个不留，把他们也全都宰了！给老子冲快，保护殿下！妈的，这六皇子怎么比蛮兵还疯？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全军都得掉脑袋！所有人冲，跟上殿下，护住殿下！保护殿下！那是大前的将领，看穿着，地位不低，杀了他，斩了这员敌将。咱们这次的头功就跑不了了，拿他的人头去领赏。这股力量太他妈爽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一招杀了8徒，这大前将领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大前竟有这种悍将！天下竟然这么强，那可是蛮族精奇，连一招都撑不过去。剩下的，过来送死！勇士们，给我上！杀了他，干死他！受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
快跑啊！他是怪物！想跑？弟兄们，干！一个都别放跑！温文尔雅的六皇子，竟是非人类的存在。殿下威武！殿下威武！清扫战场，仔细搜查村落每一处角落，务必找到还活着的村民，一个都不能落下。遵命。殿下，您刚才的身手，简直是战神下凡。京城公认的废物皇子，竟一人斩杀28人，这般恐怖的武力，原来殿下这些年都是在隐忍自保。此战，我军伤亡如何？回殿下，我军仅有9名弟兄受了轻伤，都是皮肉擦伤，无人战死。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，主要还是殿下您太过勇猛，一上场就斩杀数人，直接把蛮兵吓破了胆，乱了他们阵型，我们才能顺势收割。带过来，我要亲自审问，摸清蛮军主力的动向。是，殿下。这群蛮兵简直不是人，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，畜生都不如！丧尽天良，这群狗杂壮就该千刀万剐！可怜这些百姓，本就躲在这深山避祸，还是难逃一劫，太惨了。没动静了，那些蛮兵是不是走了？再等等，别出声，万一还没走，我们就都死定了。我出去看看。你们待在这里，别乱动。要是我没回来，你们千万别出来。我一定要杀尽蛮兵，为亲人报仇，为村里的父老乡亲报仇。站住！别跑！小伙子，别害怕，我们不是蛮兵，是的大前进军，是朝廷的军队。蛮兵已经被我们全部杀光了，你们安全了。没事了，别哭了，都别哭了，安全了，以后不会再有蛮兵欺负你们了。先跟我们去村口吧，那里安全，我们会安顿好你们的。我问你们，北蛮主力大军现在身在何处？何时会抵达靖安军？主帅是谁？兵力有多少？呸！休想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个字儿！大犬狗，我们就算死也不会说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我真的不知道主力大军的动向，我只是个普通小兵，主力动向我们根本接触不到啊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你们两个，谁说先说出来，我留他一命。我全都说。蛮军主力破了河北城后，已经全军朝着靖安郡进发了。领军的主帅是谁？是北蛮的大元帅耶律阿骨塔。大人，我们只是负责探路和劫掠村落，搜集粮草的。那你部探路骑兵一共有多少人？一共200骑，分成4支小队，分散在周边探查。我们只是其中一支。你们的营地在哪里？就在这小石村往西北20里地的一处山谷里。看来大元帅亲征，靖安郡危在旦夕。很好，你们很配合。大人，您说过留我们一命，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可以。你们言而无信，不是答应留我们一命吗？我是答应过留你们一命，但其他人要干嘛，我可管不着。你们这群蛮狗也配谈信用？害死这么多无辜百姓，老子绝对要你们血债血偿！殿下，小石村所有幸存者全部带到，共29人。
村里本有413口人，除了他们，其余全部惨遭屠戮。多谢将军，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啊！那群蛮兵是畜生啊，连刚出生的娃娃都不放过。多谢将军救命之恩。乡亲们请起，保境安民是末将分内之事。将军，我要参兵，我要跟着您当兵。我的家人全没了，我只剩自己了，我要报仇！求将军收留我，给我一个杀敌报仇的机会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将军，我叫王大牛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将军。马副将，安排受伤士兵护送村民前往静安城。全体都有，列队护送乡亲。是。小石村的血债，必须用满狗的命来偿。马副将，蛮军先锋营地就在西北20里的山谷里，留守的不过150人，且分散在外劫掠，眼下正是端掉他们老巢的最好时机。我提议，我们去干一波，趁他们主力未归，一举端掉营地，活捉蛮军百夫长，逼问出主力大军的具体行军路线。这比我们盲目侦查要快得多，效率也高得多。殿下所言极是，这主意妙极了。眼下我军士气正盛，对付这群分散的蛮兵，简直是手到擒来。跟着殿下杀个痛快！全军策马西北，目标蛮军营地。遵命。这群骄横的北蛮人，注定要为他们的傲慢付出血的代价。果然如一盘散沙。殿下，看这架势，营地内的蛮兵最多也就30-40人，其他的小队想必还在外劫掠未归。正好，营地空虚，正是机会。立刻发起突袭，一鼓作气灭了这群留守的蛮兵，拿下他们的营地。末将遵命。弟兄们，整理阵型，准备冲锋，目标蛮军营地，杀！真倒霉，咱们这队忙活了大半天，就抢了几只贼鸭，一点粮食，连顿饱饭都吃不饱。也不知道百夫长怎么样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行了，别发牢骚了，赶紧生火做饭吧，先填填肚子，等其他小队回来再分点粮食。哈哈哈！弟兄们，肯定是其他小队回来了。有敌人，是大前骑兵！妈的！竟然有大前骑兵敢主动来袭击我们的营地，这群大前软蛋是不是活腻了？弟兄们，上马，准备战斗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北蛮铁骑的厉害！立功的时候到了，冲上去，把这群大前狗全部干掉！太变态了！殿下简直是战神下凡！弟兄们，随我杀！杀光这群蛮狗，为小石村的乡亲们报仇！这大前小将也太变态了吧！他比我们草原第一勇士还要猛！杀！快跑！死！殿下无敌！殿下太牛了！我从军1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勇猛之人。殿下真乃天人也！马东，你带2段队骑兵，即刻隐蔽在山谷侧的密林与土坡之后，待蛮军主力全部进入山谷，立刻切断他们的退路，形成合围。我带余下30余骑留在谷中，装作兵力呆薄，引他们主动冲锋。末将领命。
今天可真是赚大发了，盆满钵满。那镇子上的大钱人也太有钱了，金银珠宝绸缎布粒抢到手软，还有那几户大户人家粮满仓钱满箱，咱们这一趟回去够吹半年牛了。大钱人就是一群软蛋，见了我们就跑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怂包。还是咱们北蛮勇士厉害，大钱人就是一群软脚虾，根本不敢拦我们。那是，有百夫长您带队，我们才能这么顺利。回去之后，将军必定重重赏您，您就是咱们先锋营的大功臣。加快速度，赶回营地，晚上咱们尽情吃喝，不醉不归。遵命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营地，我的弟兄们！百夫长，是大钱骑兵，他们偷袭了我们的营地。这群狗东西，竟敢趁我们不在，端了我们的老窝！杀！给我杀了他们，为死去的弟兄报仇！勇士们，给我杀！杀光这群大钱人，一个都不要放跑！他们竟敢偷袭我们的营地，简直是活腻了！将士们，上马，准备作战！杀！朝他们后路，给我杀！部长，不好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！大钱骑兵从两侧冲出来了！慌什么？对方只有几十个骑兵，就这点人也敢包围我们？勇士们，先杀前面的，再回头收拾后面的！一群蝼蚁！这群蛮狗，我们知道跑不掉，死吧！将军饶命，小的愿意投降。好了，还没杀够。殿下，战场已彻底打扫完毕，蛮骑兵尽数被歼灭，无一漏网。好，休整片刻，便启程返回静安城。一枪一个，亲手斩了100个蛮子，全都是碾压。这还是人吗？厮杀了一下午，他连气都不喘一下。这系统改造的霸王之躯，简直太牛逼了！狗系统没有幻听，他竟然又回来了！尊敬的宿主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啦！狗系统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之前说崩就崩，害得老子伤心好一阵。宿主息怒，此前核心程序崩溃，我本想告知您，积攒满100人敌血能量，便可重新激活，可信息未传出，便彻底失联。所以，我今天刚好斩杀100蛮兵，凑够能量把你激活了。正是，我也没想到宿主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100人斩，成功充能重启并完成升级。升级就是你说的战神系统2.0。没错，初代系统重置优化，新增核心机制，斩杀敌方可获属性点，自由强化各项属性，同时新增任务板块。系统会不定时发布任务，要是完不成任务，会有什么惩罚？任务非强制，可自主选择接纳或放弃，无论是否完成，均无任何惩罚。还算人性化，没有搞强制那一套。哼，对了，这次升级完，你不会又半路突然崩了吧？宿主放心，2.0版本经过核心程序加固，不会轻易出现崩溃故障。合着还是有崩的可能，你这等于没说。宿主无需担忧，除非遭遇不可抗力因素，否则系统会持续稳定运行。不可抗力，
理论上还是有崩的几率啊。宿主放心啦，这种概率极低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打开属性面板，系统，属性点可以任意分配，想加哪项就加哪项。没错，宿主可自由支配，无任何限制。那我一直加鞭，无限强化下去，是不是到最后能做到肉身扛核弹？理论上，宿主的设想完全可以实现。我操，无上限强化，这太牛逼了！战场上，持久作战和抗伤保命才是根本。若是体魄再进一步，防御力必将大增。全部属性点加在体魄上。收到指令，强化开始。将这些村民交由文吏妥善安置，务必提供食宿。微臣领命，请殿下放心。将阿克萨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吾本宫准许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将军，卑职有天大的要事向您汇报，10万祸急。慌什么？从军多年，一点规矩都忘了。先喘口气，慢慢说。将军，您知道吗？六皇子殿下他一直在扮猪吃老虎，京城传言殿下不学无术，全是装的。卑职亲眼看见殿下一人杀入蛮兵阵中，一枪一个，力大无穷，那场面简直是天神下凡。殿下一人就斩杀了100个蛮兵。马东，你小子是不是疯了？这种胡话你也说得出口？六皇子娇生惯养，手不能提。你说他斩杀100个精锐蛮兵，糊弄鬼都不会信。将军，卑职绝无虚言，随行的禁军弟兄全都能作证。蛮兵左耳就放在帐外，满满2袋，还有生擒的百夫长，人证物证俱在啊！你当真没有骗我？卑职敢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半句假话都没有。这也太变态了！隐忍多年不露破绽，当真是个狠角色。他难道是冲着太子之位去的？此事我知晓了，全力配合六皇子，不得有半分怠慢。100个蛮兵的耳朵，还是个个凶悍的骑兵，这怎么可能？以前谁说殿下是废物？那是战神下凡，我亲眼看见那长枪横扫一圈。以前我还笑话殿下，现在想想真是羞愧。殿下这是在扮猪吃老虎啊！以后谁敢说殿下是废物，老子第一个跟他进！10日备战，坚壁清野，力量不留。此处每隔3步挖一处陷马坑，3尺深，坑底插尖木，专门对付蛮军骑兵冲锋。城墙外100米处挖掘横向坑道，2尺深，底部铺满削尖的竹签，坑口铺茅草浮土，撒上细灰掩盖，肉眼根本无法分辨。城门2侧挖暗坑，内置火油、柴草，待蛮军攻城至此处，便引火焚烧，断他们前路。殿下这些计策也太他妈毒了！蛮军要是来了，怕是连城墙根都摸不到，就得栽大跟头。我还有一计，可让蛮军不战自溃。我们可搜集城内废弃的腐肉，抛入蛮军必经的河道，或是直接埋在城外蛮军扎营之地。用不了几日，便会散播瘟疫，让疫病在蛮军之中蔓延。届时他们军心大乱，战力尽失，根本无需我们出手。殿下，万万不可！此计太过阴毒，更是兵家大忌，万万用不得。瘟疫无眼，不分敌意，一旦散播开来，根本无法控制。若疫病反噬，城内数10万军民都会沦为牺牲品。届时蛮军未破，我们先自乱阵脚，酿成滔天大祸。再者，我等镇守边疆，是为守护百姓，保境安民，用瘟疫之术传扬出去。不仅殿下名声尽毁，更会失了民心，惹来朝野非议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殿下，将军说的对，这招风险太大，一旦失控便是灭顶之灾，万万使不得。你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此计作罢。还好殿下是自己人，若是敌人，怕是让人连睡觉都不安稳。还是六皇子殿下有办法，这些陷阱够满狗喝一壶的，让他们再来欺负咱们。掉进坑里，扎穿他们的马蹄，戳穿脚掌，就等着看蛮兵哭爹喊娘。
要在军中彻底立足，不仅要笼络人心，更要拿出绝对的实力。启禀元帅，前方静安城已探明，大前调集2万禁军早已抵达城内，全城布防，严阵以待，做好了守城准备。哦，2万禁军，且此次静安城守军带队主将江泉蜀将，乃萧前当今6皇子楚云。我没听错吧？大前就派了2万人，2万禁军也敢来挡我们20万大军，简直是来送死的！可笑至极，这点兵力还想阻挡我大军南下？怕不是脑子坏了？前帝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竟然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，这哪里是打仗，分明是给我们送功劳、送人头！一个养在深宫的皇子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也敢来领兵打仗，简直是笑话！我看啊，不用大军发力，我带1万人就能轻松拿下静安城，活捉这皇子。拿下静安城，破城之后，允许弟兄们劫掠3日，活捉大前6皇子楚云。我要将他扒光衣服，用铁链锁住，当街游行示众，让所有大前人都看看他们的皇子是何等狼狈不堪。用此羞辱前帝，动摇大前军心，我北蛮入主中原指日可待。既然前帝好心派了2万大军，还派皇子来给我们送这份大礼，那我们自然却之不恭。全军听令，加速前进，2日之内务必抵达静安城下。谨遵大元帅令，拿下静安城，活抓楚云。全军就地扎营，环绕城池，修筑工事，打造云梯、工程锤等工程器械。遵令。殿下，城内禁军2万，郡兵1万，再加上临时征召的青壮，满打满算也只有4万人。4万对20万，兵力悬殊，绝不可让绝望的情绪蔓延。诸位放心，各地军队正向北方火速集结，日夜兼程赶来支援。我们只要能坚守1个月，援军必到。王将军说的没错，城内粮食储备充足，军械完备，百姓同心。只要我们上下一心，死守城墙，就一定能撑到援军到来。我大前将士守土有责，绝不能让蛮夷踏破城池1步。誓死守城，与城池共存亡。愿听殿下号令，死守城墙。大家不必太过悲观，我们布置的陷阱工事可不是摆设，足够让城外的蛮军好好喝一壶。他们想轻松攻城，也要先问问我们埋在城外的陷马坑竹签阵答不答应。对呀，咱们早有准备，蛮军一来，必定先栽个大跟头。哈哈哈哈！就等着看这群蛮狗踩中陷阱哭爹喊娘的模样。哎呦，肚子好痛，疼死我了！我肚子跟刀绞一样。这饭到底是什么做的？吃了要人命啊！我也疼，站都站不住了，是不是粮食坏了？不对，不光是饭，我们喝的水也有问题。刚才喝了2口，现在肚子直接翻江倒海。慌什么？成何体统？元帅，大事不好！营内数千弟兄吃完饭后全都腹痛不止，上吐下泻，已经倒下一大片了。数千人同时发病，绝非偶然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传军医，立刻查清楚原因。元帅，查出来了，问题出在水源上，营地周边的井水、水洼全都被人下了药。不是致命剧毒，却是能让人腹痛腹泻、浑身乏力的泻药。士兵们饮用了有毒的水，才会集体出现这症状。前军竟在水源里下毒，如此不讲武德，简直卑劣至极！传我将令，全军禁止饮用营地周边任何水源，
谁敢私自取水，军法处置。即刻派出小队前往10里外的河流取流动的咸水，军医营全体出动，全力诊治患病士兵，务必让他们尽快恢复战力。是元帅。城里的守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多少阴谋诡计。今日不做强攻，只做试探，探清这静安城的兵力军械，摸出薄弱点，为总攻铺路。先锋营听令，全线出击，发起攻城！来了来了，这群蛮狗要倒霉了！等着瞧，一会儿有他们哭的。咱们殿下布的陷阱，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。我的腿！有陷阱！地下有陷阱！活该！让你们嚣张！蛮狗们，继续冲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这就是来犯我大钱的下场！解气太解气了！携带土石，立刻将这些陷阱全部填平。先锋部队后撤，重新整队。弓箭手准备放箭，绝不能让他们轻易填补陷阱。全军出击，踏平城墙！狗日的前军，到底在城外挖了多少陷阱？元帅，不能再攻了！前军在城外布下的是连环陷阱，我们根本不清楚哪里有陷阱。再盲目进攻，只会白白损耗兵力。弟兄们已被陷阱吓破了胆。不如先停止进攻，派人全面探查城外所有区域。鸣金收兵，停止进攻！传令下去，派出所有赤逃，分成4队，对静安城4面城外区域全面探查，标记所有陷阱位置，不得有误。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蛮狗被打跑了！连环陷阱就是牛，看他们还敢嚣张！殿下威武，前军必胜！这群蛮狗再来也是送死！王将军，今日陷阱虽让蛮军损失惨重，但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殿下说的极是，城外的陷阱虽多，却都是明面上的埋伏。蛮军只要耐着性子逐寸探查，不出2天就能清理出一条通道。等他们清完陷阱，大军攻城才是硬仗。眼下这点优势不值一提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面临守城大战，触发限时系统任务。任务内容：10天之内击退20万大军，解除静安城之围。10天内打退20万蛮军，兵力悬殊，主动击退难度堪称逆天。不解又错失奖励，系统失败会有什么后果？失败无实质惩罚，仅系统进入静默期，未来半年内不发布新任务。没有实质惩罚，这笔买卖稳赚不亏，我接受任务。任务已接受，倒计时正式启动，宿主请加油。一下午过去了，探查陷阱的士兵怎么还没回来？大帅，说，排查的如何了？前军的陷阱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大帅，属下探查了1下午，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4面城墙外全被布下无数陷阱，陷马坑、暗桩层层叠叠，密密麻麻。只有直通城门的官道没有陷阱，官道两侧全都是暗藏的杀招。前军动用全城百姓，不分昼夜挖掘，要堵死我们所有攻城路线。该死的大前人！这群卑劣的鼠辈只会搞这些阴诡伎俩。破城后定要将大前人杀光，把楚云扒皮抽筋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传我命令，明日以一早全军出动，不惜代价清理陷阱，东西南3面必须各清理出一片宽阔的安全进攻区域。告诉将士，后天一早全军发起总攻，踏平静安城，血洗全城。是，大帅，末将即刻去传达军令。楚云，你的陷阱挡不住我，
城破后，我定让你化为灰烬。10天退敌，出城野战绝对行不通，不用半个时辰就会被冲垮。正面抗衡是以卵击石，强攻不行，只能智取。满军20万，每日人吃马嚼，只要断了粮草，他们不战自乱。可粮草种地戒备森严，待人少了是送死，待多了一易暴露。暗杀耶律阿骨达更不可能，他常年征战，身手不凡，且护卫重重，所有思路都绕回原点，火烧粮草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城墙上的大钱缩头乌龟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躲在城里算什么好汉？昨天就靠陷阱占便宜，有本事打开城门，真刀真枪干一场！大钱人都是软蛋，只会躲在城里等死，早晚被我们攻破城池，杀得片甲不留。我们马上就清完陷阱，踏平你们的城池！这群该死的蛮子太嚣张了，嘴巴这么脏，真想下去撕烂他们的嘴！就这点本事，射不准啊！有本事再射！不敢出来就别放箭，白费力气。将军，末将请请出城，干掉这几个嚣张的蛮狗，不能让他们这么侮辱我们！不可，万万不可！这是蛮军的诡计，就是想激怒我们，引我们出城应战。你要是带人出去，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让他们叫，不用理会，气一气又少不了一块肉，不能拿弟兄们的性命赌。哼，我去。他们既然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殿下，万万不可！您是全军主帅，万万不能出一点意外。不过是几句辱骂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放心，外面那几个小瘪三根本不够看，我秒秒钟就能解决他们。去温一壶酒。我要温酒斩敌将，等我回来，这酒正好能喝。末将这就安排弟兄们在城门接应，殿下千万小心。我没看错吧？这群前人居然敢开门！哼，怕是被骂急了，出来送死的。前军没人了，居然派一个细皮嫩肉的公子军出来应战，就这小身板，风一吹就倒，也敢上战场？赶紧滚回去，叫个能打的来，别在这浪费爷爷时间。殿下威武！殿下必胜！宰了这3个蛮狗！有殿下在，这3个小鳖佬死定了！看殿下怎么收拾他们！一个公子哥，为何能让全城郡守军如此狂热？你们3个小瘪三聒噪了半天，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上来送死？我赶时间，不陪你们磨蹭。一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公子科，竟敢直呼我们小瘪三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庶子找死！今日定要将你碎剁万段，以泄心头之恨！对面的小白脸，听好了，你爷爷我是北蛮先锋巴林，识相的现在下马投降认输，或许我能留你全尸。否则，一棒让你粉身碎骨！给我死！这看似瘦弱的公子哥，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力气？这小将竟有如此恐怖的实力！殿下威武！一枪秒杀，太厉害了！别磨蹭，一起上吧，省得我一个个动手。
谁？战神下凡，无人能敌。杀得好！看满狗还敢嚣张！他是谁？大前何时有了这般勇猛的战将？为何此前从未有过音讯？给我查清此人身份！殿下当真是威武，一人一枪斩杀3员蛮将，威震两军，末将佩服之极。殿下实力深不可测，足以称得上大前第一高手。末将这点微末功夫，在殿下手上恐怕一招都撑不过。我从军数10年，刀光剑影里摸爬滚打，自认武艺1等1，可在他面前竟犹如云泥之别。这位六皇子真是逆天至极。殿下无敌！殿下，酒刚好温好。爽！803人皆是我先锋营数1数2的猛将，在那少年手里竟犹如土鸡瓦枣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大帅，查清楚了，今日出城斩我3员将领的那名少年，并非普通武战，正是大前当朝六皇子楚云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消息是否准确？有无差错？回大帅，消息千真万确，多方斥号交叉核证，亲眼所见。城墙上将士齐声呼喊殿下名号，绝不会有错。哼，前帝倒是生了个好儿子，此子不除，日后必定成为我北蛮心腹大患。假以时日，必成我族最大劲敌。哼哼哼，前帝怕是老糊涂了，放着这么一位绝世猛将皇子，不留在京城培养，反倒扔来北疆守城。既然他主动送上门来，那本帅就顺势收下这条命。楚云啊楚云，你单兵无敌又如何？你能挡得住千军万马吗？你能一人守住绵绵数里的城墙吗？传我命令，今日不分昼夜，全员加急作业，不惜代价，务必清理出一条观察完整的安全进攻区域。明日天一亮，全军整备，即刻发起全线全力攻城。放箭！滚木雷石准备！废物，全是废物！损失1万大军，攻不下一座孤城，连城墙都踏不上，我养你们有何用？等我蛮军扫清所有陷阱，破城之日，必将你楚云剥去衣冠，铁链锁身。5天，期限只剩最后5天，再无破局之法，便是死路一条。死守城池绝非长久之计，必须转守为攻。传马东。殿下，这里太远了，肉眼最多看清帐篷轮廓，里面布防粮草位置根本看不清。马东，你看那边。殿下，末将眼拙，实在看不清，距离太远，草木遮挡，您怎么能看得这么明白？您手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可以拉近视线，远处景物近在眼前。神物！这绝对是神物啊！殿下，天底下竟然还有这般奇物！有了这东西，敌军布置全都一览无余。殿下您实在太厉害了！别惊叹了，说正事。我刚才看清了，蛮军把重心防守放在正面和东面，西侧山沟防守最薄弱。今晚我们从这儿绕后，直插后勤粮草营。不用不硬拼，只要点火烧粮，放完火立刻走，去北边的山谷。啊！不行，这是去送死！那条山沟虽然隐蔽，可附近依旧有暗哨，一旦暴露，立马就会被数万蛮军包围，那就是必死之局。而且粮草营守备森严，很难成功纵火。我知道冒险，但这是我们眼下唯一的机会。你也看见了，仅仅3天血战，城内伤亡3000，伤员遍地，士气低落，
百姓人心惶惶，再这么被动死守，不用蛮军攻破，城内先自己崩溃，最多7天，静安城必破。死守是慢性等死，放手一搏，才有活路。晚上北风偏大，风力强劲，天干物燥，帐篷、粮草极易引燃。只要火起，大风助火势，仿佛已燃起漫天火势。不用我们多动手，漫天大火自然吞掉整座粮草营。殿下说的对，死守就是慢性等死，搏一把尚有活路。蛮军一路连胜，心态傲慢。今日全军休整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只会缩在城里防守，他们做梦都想不到，我们敢主动摸到后方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今夜，动手。是。原路返回，低调回城，整顿人手，备好火油、引火、干草。今夜子时，随我再出北门，火烧蛮军粮营。殿下，末将绝不同意，这件事太危险，太离谱。蛮军大营巡逻不断，营外岗哨命密布，粮草营更是重兵把守。您带人摸过去，那就是深入虎口，一旦被包围，插翅难飞。殿下万金之躯，绝不能冒这种必死的风险。王将军，我明白你的顾虑，但现在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满军今日全军休整，士卒疲惫，防备心最低。他们连续攻城3天，认定我们只会死守，绝不敢主动出击。今晚是蛮军守备最松懈的时候，错过今夜，再无机会。将军，末将愿意带队冲锋，今夜偷袭，我愿做先锋。不成功便成仁，只要能烧掉粮草，末将死而无憾。你们不懂，蛮军营地层层设防，外围暗哨、流动骑兵、巡逻队数不胜数，想穿透大军腹地烧掉粮草，根本不可能，你们冲不过去的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？王将军，我们继续死守，士兵一天比一天少，伤员堆积，士气低迷，援军20天才能到。我们撑不住，既然守不住，不如放手一搏。我不要大队人马，不需要上千士卒，给我200骑兵。今夜子时，我亲自带队，必定烧掉蛮军粮营。赌还有一线生机，不赌全城等死。好，我同意。殿下，我只有一句嘱咐：战场无情，变化莫测，一旦情况不对，立刻撤退，绝不能恋战。无论如何，你必须安全回来。王将军放心，这天底下能杀我的人还没有出生。马东，现在去挑选人手，200骑兵必须是军中好手，要求骑术精湛，胆大心细，耐力过人，不惧厮杀，所有人轻甲配刀。携带火油、干柴、引火之物。今夜子时，北门集合，不得有误。遵命，殿下。末将立刻去挑人，保证200人个个精锐。殿下，200精锐骑兵全部集结完毕，人员挑选严格，个个骑术精湛，无一人怯场，物资全部备齐。火油、引火绒、断刀一应俱全。诸位将士，今夜我将带领你们深入敌后，横穿敌区，火烧蛮军粮草大营。前路凶险，九死一生，一旦暴露，四面皆是敌军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皇子亲自带队夜闯敌营，殿下敢以身犯险，我们死而无怨。这一把火烧得成，蛮军必退靖城活；烧不成，我们全部埋骨荒野。誓死追随殿下。开北门。来人，传令下去。大帅，今夜全军提高警戒，外围巡逻骑兵加派2拨，无论发现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明示警报。是。希望是我多想了。殿下，
风又变大了。今晚风势狂暴，粮草帐篷又都是干草麻布，一点就燃。看来老天都在帮我们。马东，记住，等会儿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不要犹豫，只管往前冲。我在最前面开路，替你们扫清障碍。今晚必须烧掉蛮军粮草大营。是，殿下。所有人注意，拔刀，稳住马匹，随时准备冲杀。靠，有敌人！快，吹哨，发警报，有人偷袭！全员冲锋，杀！斩杀蛮兵5人5点属性，全部加在体魄之上。什么情况？大半夜吹什么哨？怎么还有前军敢半夜来劫营？不要命了！兄弟们，抄家伙，干死他们！砍了这些前军狗贼！将士们，不要管杂兵，不要恋战，所有人跟紧我，一直往前冲，直冲粮草大营！快点，动作快，别停留，赶紧点火！后面蛮兵要合围过来了！全军撤退，立刻集结，往外突围！殿下，我们成功了！别高兴太早，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，所有人听令，收紧阵型，不要恋战，跟着我全力冲出去！给我上！全部冲上去，把这群舔狗剁成肉泥，一个不留！竟敢夜袭烧粮，我要扒了他们的皮！外面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厮杀声？大帅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！粮草大营方向起火，有敌人袭营，火势极大！该死！快传令，所有人去救火，不惜一切代价把火扑灭！前军这些卑鄙小人，来人，给本帅备马！这邪火，凭人力怎么可能灭得掉？殿下，敌人越聚越多，再耗下去，我们全都要被困死在这里。您快独自突围，不要管我们了，我们留下来拼死断后，能拖一是一刻。胡说什么？要走一起走，我身为主将，岂有丢下属下独自逃命的道理？怕什么？一群蛮狗而已，全都跟在老子身后，咬紧阵型，随我硬冲！狂妄小儿，休得猖狂！看我二人斩你首级！这还是人吗？上了这么久，他怎么一点都不累？别乱冲了，所有人优先救火！全员跟上，不要恋战，从北侧撤离！将军，将军，快看！成了，殿下成功了！真的烧起来了！起火了！蛮军粮营起火了！殿下做到了！我们做到了！我的天，真烧起来了！太牛逼了！殿下简直是神人！200人闯20万大营，还把粮烧了！从古至今，谁能做到这种事？我耗费数月征集的军粮全毁了！大帅！
大帅，不好了！敌军深夜偷袭粮草大营，火势根本控制不住。眼下大火已经蔓延大半粮营，粮食、藏粮、储备物资全都在烧，根本救不下来。救，继续救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调动所有人手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能抢多少粮食就给我抢多少，哪怕扒灰，也要给我把能用的粮食扒出来。我问你，偷袭粮营的敌人抓住没有？回大帅，让他们跑了！废物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！粮草大营哨卡重兵守粮，区区几百前军闯我大营，烧我粮草，最后还能安然逃走？我养你们这群饭桶有什么用？那群钱狗竟敢夜袭本帅粮草大营，传令骑兵营，给我追！全部给我追上去！不管他们逃到哪里，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这群人给我抓回来。本帅要亲手把他们碎尸万段，扒皮抽筋。是，大帅。末将立刻增派骑兵，加倍人手，连夜追击，绝不让一个钱狗活着回去。加快速度！200人硬闯20万大营，烧光敌粮还杀穿重围，爽，太爽了！殿下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真的做到了！殿下，你实在太强了！别高兴太早，还没安全回城。殿下，不好了，身后有大批追兵，蛮军骑兵追上来了，不能让他们跑了！追上，全部杀光，撕碎这群前军狗贼！殿下，追兵太快，拦不住了，您带着人先走，我们留下来断后。我等拼死缠住蛮兵，拖延片刻。我等身为将士，本就该以身赴死。后面这些蛮兵全是送上门的属性敌，可不能被别人抢了。能够追随殿下，并肩杀敌，是我等此生最大荣幸。废话少说，赶紧往前跑！这群蛮兵对我而言就是一群渣渣，你们留下来，反而拖我后腿。没有把握的事，我从来不做，我不会白白送死。所有人听令，全速前进，不要回头！那么多累赘，束手束脚，根本杀得不够尽兴。哈哈哈！就一个人，这前军疯了，主动停下来送死。弟兄们，冲上去，砍死他，拿他头颅回去领赏。杀了他！走！属性点不停上涨，获得1点幸运属性点，一边厮杀，一边快速加点。都给我冲！今天不杀了他，我们谁都别想回去！将军，殿下怎么还没跟上来？后面数百蛮骑穷追不舍，就殿下一人断后，我们心里实在不安啊！是啊，将军，蛮兵人太多了，就算殿下再勇猛，也架不住人海围杀。要不我们折回去接应殿下吧，不能把殿下一个人丢在后面。都沉住气，别自乱阵脚。殿下武力超群，战力远超常人。方才在蛮军大营，几万蛮兵都拦不住他。哼，区区几百骑兵困不住殿下。你们跟殿下并肩厮杀过。
是殿下，他回来了。殿下，您终于回来了。追兵那么多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哪里被兵刃所伤？别说重伤，连我一点皮毛都碰不到。将士们，今夜一战，你们都是好样的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满军大部队随时可能追来。整顿队形，即刻动身，我们回城。今夜火烧敌粮，大局已定。废物，全部都是废物！大帅，属下还有一事禀报，那支前军带队之人极其凶悍，断后之时，一人硬生生斩杀我军8、9十人，数百骑兵拦不住他一人。楚云，堂堂一位皇子，竟然亲自带队深夜闯营，玩命烧粮。换作寻常皇子，只会躲在城内。此子日后必将成为我北蛮最大的心腹大患，甚至会变成整个蛮族的噩梦。是骑兵，是殿下，他们回来了！殿下回来了，快开城门！殿下，您平安回来了。将军，我们到了。蛮军后方粮草大营已经被我们彻底焚烧。诸位将士，好样的！今夜一战，你们以血肉之躯为静安城搏出一线生机。所有人立刻回城，我已备好肉食、烈酒、伤药，好好犒劳每一位英雄。谢将军。大前另外5位养尊处优的皇子，简直就是垃圾。大帅，末将有要事禀报。说。经清点，粮草大营昨夜被焚毁殆尽，我等拼死从火场抢救出的粮食不足1成，其余全部化为灰烬了。不足1成，20万大军的口粮就剩这么点儿。大帅，火势太大，风助火威，那粮屯又是干草所筑，根本救不下来。末将无能，请大帅治罪。清点过了，现余粮草还能支撑几日？不足1周。1周？本帅征战半生，从未吃过这么大的亏。大帅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补上粮草缺口。若是让10几万部族知道没饭吃了，那还怎么打仗？怕是不用敌军打，我们自己内部就要先乱了。抢！立刻派兵去周边抢粮，方圆100里之内，所有村落、城镇全部搜刮一遍，总能凑出一些口粮。哼，你倒是说得轻巧。就算现在派兵去搜，10天半月也未必能找到粮食。就算找到了，够10几万人吃吗？杯水车薪。而且时间根本来不及。都说说，是打还是撤？打，必须打！我们已经兵临静安城下，静安城就是一座孤城，只要一鼓作气，破城而入，城内粮食足够我们全军享用。静安城城墙坚固，前军死守，几天了，我们都没破城。一旦5日之内拿不下静安城，断粮危机就会彻底爆发。我必须对20万将士负责。若主力在此被拖死，回去拿什么向大王交代？我的地位将岌岌可危。罢了，不打了，撤军。先巩固已有的胜利，把抢来的东西全部拉回去。等养精蓄锐，再做打算。谨遵大帅号令。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带不走的就地焚毁。将军，快看，那边蛮军大营动了，他们好像在收拾东西，真的在撤，他们要撤军了！我的天，蛮军撤军了！六皇子厉害，把蛮军打跑了！感谢殿下保佑静安，殿下不用死了，有活路了！成功了！我们真的守住了静安城，打退了蛮军。没想到蛮军撤得这么快。殿下英明，这一仗咱们大获全胜，这一仗打得真漂亮。撤军了，我们赢了！传令兵听令，立刻派人快马加鞭送捷报。
六殿下，此次您带兵烧粮劫营，击退蛮军，保全静安城。您是我大前的英雄，是静安百姓的再生父母。下官代表全城父老，敬您一杯。殿下英明！来，大家都别客气，今日大胜，大家尽情畅饮，不醉不归。看来你们都不行了。对了，系统好像还没有结算。丁，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现实任务。任务奖励发放2000铁骑，1000锦衣卫，可随时召唤。系统，你没搞错吧？2000铁骑，还有1000锦衣卫，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召唤人物忠诚度100%，永久听命宿主，随时可投放现实。牛逼，太牛逼了！大唐玄甲铁骑，全员玄色重甲，刀枪难透，近战碾压，冲锋无解。大明锦衣卫，行事隐秘，出手狠辣，从不留痕。有了这支骑兵，这天下，这盘棋才算刚刚开始。太爽了！2000玄甲铁骑放在大前这乱糟糟的乱世，绝对是翻盘的资本。系统，我问你，这2000铁骑锦衣卫该怎么召唤？心念一动，随时召唤。稳妥。不过2000重骑每天海量消耗，我现在没钱没地，得等皇上重赏，只要拿到实权和驻地，就能光明正大把他们编成正规军。手里握着枪杆子，才是乱世最大的底气。哼，外人看皇帝风光无限，九五之尊，其实那是天底下最累、最憋屈的苦差事。大前又是个烂摊子，谁接谁头疼。我才不趟浑水，不如当个手握重兵的王爷，有钱有权有自由。北方战火连天，满军围城厮杀，但那血腥绝望，似乎离这座京城108000里。800里加急！避让！全部避让！散开！全部给我散开！800里加急突行，闲人避让！北方大捷！静安大捷！静安大捷！满军全线撤兵！止步！皇宫门前禁止策马狂奔！北将军报！800里紧急军情，北方大捷，静安城守住，满军撤兵。随我入宫。各地援军到哪一步了？蛮军势如破竹，连破4郡。再拖延下去，北方各郡尽数没烂。陛下，目前各郡抽调的地方军、边防军，粮草被抢，百姓被屠，这将会是我大前北方的一场浩劫。已经陆续向北集结，行军速度受限，还要多久？最快3日内，第一批地方军可抵达边境。陛下无需过度焦虑。此前，朝廷提前调拨2万京师禁军，日夜兼程赶赴北方。如今禁军已经全部入静安城，接管城防。静安城高墙厚，粮草充足，兵力完备。只要禁军死守，短时间之内，蛮军绝对破不了城。静安若破，大前危矣，必须守住。静安城内可有最新军情传回？回陛下，暂时没有新的800里军报。上一次情报还是7日之前，情报显示，禁军布防严密，城池稳固。依照臣判断，死守无问题。只要能拖到援军抵达，一切都还有转机。
传朕旨意，舍弃多余物资，轻装赶路，不分昼夜，匆速奔赴北疆。谁敢拖延行军，耽误战机，军法处置。臣遵旨。臣即刻下发兵部调令，催促各郡行军。启禀陛下，800里加急，北方大捷！快，让宋信一族进殿。遵旨。北方大捷，搞错没有？前几日还势如破竹，难不成短短几天翻盘了？不用客套，速速讲清楚，北疆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靖安城如何？蛮军如何？回陛下，六皇子亲率200轻骑深夜出城，避开层层暗哨，硬闯20万蛮军主营，焚烧蛮军粮草大营，大火烧红半边夜空。当夜突围之时，六皇子一人断后，孤身拦下数百蛮骑，单人斩蛮兵89人，血染荒原。200骑兵闯20万人大营，放火突围，全身而退，一人斩杀89人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个以前被我们随便揉捏嘲讽的废物，200人破20万大军，这份胆识战功，连我都望尘莫及。他一直在装傻。老六夜袭烧粮，一人断后，这等绝世战功，竟然是他！这是朕的儿子。最有血性的孩子，竟然是老六。200轻骑敢闯20万蛮军大营，烈火焚粮，孤身断后，这份魄力，这份胆识，放眼整个大前，年轻一辈无人能及。古今罕见，乃是天授奇才。孤身断后，斩杀蛮兵近百，殿下勇武，官绝天下。此等战力，我军中老将都难以做到。六皇子逆转北疆战局，功格无上。六皇子这群趋炎附势的老狗，平日里怎么不见你们放屁？传朕旨意，告知天下百姓，我大前六皇子大破蛮军，举国同庆，与民同乐。陛下英明。陛下，六皇子立下不世之功，逆天翻盘，功不可没。丞相所言极是，当重赏六皇子，需破格提拔，以彰其功。自然要重赏，天大功劳，岂能轻描淡写？不过封赏不急，等六皇子班师回京，朕亲自在金銮殿为他论功圣赏，当众加封。六皇子平日里不显山不漏水，竟然藏得这么深。之前都说他是纨绔废物，现在一看，人家那是韬光养晦，大智若愚啊！哼，就凭他，也敢觊觎储位？哼，储君之位，从来不是靠一场军功就能坐稳的。他再厉害又能如何？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。沙场军功，撑不起一国储君。朝堂持谋，人心算计，他还差得远。大哥，这是明显破防了。以前压根儿不把老六放在眼里，现在慌了吧？北疆战火凶险，蛮军凶悍，只求儿子平安归来，无灾无难。娘娘，殿下的我儿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事了？北疆大捷了！六殿下立下破天大功，800里加急战报传回皇宫，全宫都传遍了。你说什么？是不是弄错了？怎么可能是我儿？千真万确，半点错都没有。殿下亲自带兵夜袭蛮军大营，靖安城保全，北疆安稳了。我儿不是废物，他只是一直在隐忍，一直在隐藏锋芒。好儿子，真是我的好儿子！这么多年，谁都笑话我儿是废物。从今往后，老娘的儿子是大前的功臣。传令下去，出云殿上下宫女太监，人人有赏。恭喜李娘娘，贺喜李娘娘！六殿下北疆大胜，立下旷世奇功，陛下龙心大悦。
陛下旨意，今日正午亲临出云殿，陪娘娘一同用午膳。多谢公公传旨，臣妾遵旨。过了4月有余了，这是极高的恩宠，陛下这是要重用楚云了。所有人手脚麻利，精心准备午膳。好一个李子维，没想到竟靠着儿子获得恩宠。牛逼，是真的牛逼！我活了30多年，从没听过这么离谱的仗。200人硬闯20万蛮军营地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？谁能想到，以前人人都说六皇子是纨绔，沉迷玩乐，不学无术。现在一看，分明是隐忍藏术，扮猪吃老虎。城府太深了，藏了这么多年，一声不吭，一出手就是惊天大功。之前我还嘲笑过六皇子，现在想想，我才是笑话。一战封神，从今往后，京城再无人敢嘲讽六皇子。北疆一战，够他吃一辈子名誉。以前夺嫡，大家只看大皇子、二皇子，谁把六皇子放在眼里？现在凭空杀出一个六皇子，楚军之争变数彻底乱了。以前觉得六皇子荒唐，现在才知道那是大智若愚。若是真纨绔，谁敢半夜带人闯敌军大营？单凭这份胆量，就碾压其他皇子。陛下竟然亲自出城10里迎接，这份待遇我大前从未有过。皇子出征得胜，历来都是自行回京，入宫复命，最多派人在城门口等候，哪有帝王亲自出城迎接的道理？咱们做官几十年，见过无数功臣凯旋，王侯将相战功赫赫，也没有一人能得此殊荣。陛下只是摆明了要把他捧上天。老六，这一场北疆大捷，你打得漂亮，硬生生打出了皇族的血性，打出了大前的骨气。朕今日大费周章亲自出城，就是要给足你脸面。朕要借着凯旋之势，收拢民心，掩盖朝堂纷争。陛下，前方尘土扬起，大军快到了。殿下，陛下对您太过看重了，这份恩宠，放眼整个大前历史，寥寥无几。全体将士听令，陛下亲临城外，亲自迎接我等。挺直腰杆，绷紧身躯，拿出最好姿态。不许懈怠，不许弯腰，让陛下看见我们的精气神。列阵，齐速，整齐前行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将士平身，此番北疆一战，以血肉之躯抵挡蛮军铁骑，你们都是大前的勇士，都是朝廷的英雄。朕在此承诺，所有参战将士一律论功行赏，伤残者朝廷赡养终生，阵亡者家人抚恤加倍，有功者官升3级，钱财厚赏。儿臣楚云奉命北征，戍守静安。好孩子，这一战你打得漂亮，你没有丢皇家的脸，你给朕，给整个大前都长了天大的脸面。你有功于社稷，有功于万民。朕今日下旨，六皇子楚云勇武过人，智破强敌，今特封楚云为秦王。大前立国200年，皇子终生无封地无王爵，陛下竟打破祖制，破格封亲王。儿臣领旨。秦王千岁，千岁接千岁。以前那个人人看不起的废物，现在竟爬到所有人头上。曹
的真够深，隐忍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今天一鸣惊人。秦王，这爵位实在太厚重。完了，以前我还随便调侃过老六，现在他一句话就能捏死我。正厅按机摆正，花木再修剪一下，欧厨备好茶水点心，半点不敢借散。总算快收拾妥当了，殿下总算要回来了。平日里不争不抢，一出手就是震惊朝野的大功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是啊，咱们跟着殿下这么久，竟也没看出来殿下还有这般本事。往后殿下的地位再也没人敢轻视。以前京城里谁不议论殿下，现在才知道殿下哪里是平庸，分明是一直在隐忍藏拙。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城外凯旋大典上，陛下亲自下旨，册封咱们殿下为秦王了，打破祖制，破格封王。封王了，殿下被封为秦王了！我的天，咱们殿下这是一步登天，地位远超其他皇子了。从今往后，咱们这就不是普通皇子府，是亲王府了。恭迎秦王殿下凯旋归府！您太厉害了，北疆一战威震天下。如今又被陛下敕封秦王，举世瞩目。从前那些轻视殿下、嘲讽殿下的人，如今怕是连抬头的胆子都没有了。都免礼吧，我不在府中这段时日，府里一切安好，没出什么乱子吧？殿下放心，府中一切安稳，井井有条，管家打理得当，下人各司其职，从没有出过半点差错。我们早已备好温热浴水，还有干净衣衫，卧厨也备好了精致膳食。殿下快入府歇息，好好卸下一身疲惫。儿臣见过母妃。无需多礼，快起来，在北疆军营受苦了吧？边关骨寒，军营简陋，有没有受伤？吃得好不好？睡得安稳不安稳？母妃放心，军营一切安好，将士待我敬重，衣食充足，儿臣没有受伤，一切顺利。儿子，谁能想到你看似闲散玩忽，实则智勇双全。现在你功成名就，封王加身，实话告诉母妃，你想不想做那储君之位？你若是想争，母妃全力帮你。你如今军功在身，民心所向，陛下看重，只要加入夺嫡，大半朝臣都会偏向你。哼，其余5位皇子根本不足为惧。母妃，儿臣对皇位没有半点兴趣，储君太累，皇位太沉。母妃，儿臣对那把龙椅没有半点兴趣。手握颇天军功，又有母族支持，距离那95之尊仅有1步之遥，他竟说没有兴趣，为何？夺嫡之争不过是同是操戈，困于这方寸朝堂之中玩弄权谋罢了，格局太小了。母妃，儿臣的志向不在金銮殿上的那把椅子，而在天下。如今北疆虽有一时之安，但四海之外仍有外藩虎视眈眈，蛮夷未灭，异族之心不死，大钱百姓仍未得真正安宁。儿臣的志向是提3尺清征，清退8方外藩，扫平四海八荒。我要统帅大钱铁骑，踏破异族的王庭。我要这天下，凡日月所照，江河所治，皆为大钱之疆土。我原以为儿子藏得深，是为了自保，为了皇位。直到此刻，我才明白，他心中装的根本不是皇权霸业，而是千古未有之宏图。
城门，先从我楚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大前的防线就绝不会破。8座城池，8路大军同时发难，我倒要看看他楚云区一个人怎么分身去抵挡这天罗地网。去告诉那个懦弱的大前皇帝，要么立刻割地求和，要么就在龙椅上等死。大前皇帝听着，我家大汗有令，和亲公主岁币100万，割让3城，3条区域铁骑南下。陛下，北蛮铁骑势大，不如暂且忍一时之辱。请陛下三思，战不得呀！大前满朝文武，连个敢说战字的人都没有。你们朕养你们这群酒囊饭袋有何用？战无钱无粮，和湮灭何存？朕再问一遍，谁敢出战？陛下，北蛮铁骑来势凶猛，末将以为当从长计议。陛下，国库空虚，存粮不足3月，一旦开战，军饷粮草捉襟见肘啊！等局面谁去都是死，蛮骑10万，怎么打？儿臣愿我，儿臣愿驻守北凉，挡蛮人铁蹄。什么？秦王请战？疯了吗？殿下，北凉苦寒之地，无兵无粮无城防，如何守？6弟勇气可嘉，只是兵书读过几本，军中待过几日。北凉不是纸上谈兵的地方。北凉在本王在，北凉失，本王提头来见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儿子，朕准你就犯北凉。这真是敢去！丁，检测到宿主主动镇守北疆，触发主线北凉，任务奖励发放中。霸王之躯强化，霸王枪法精通。这狗系统总算来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皇六子楚云封秦王，就藩北凉亲子，李氏丞相之女婉清贤良淑德，赐婚秦王为正妃。儿臣谢父皇恩典。恭喜6弟，封藩赐婚，双喜临门啊！多谢大哥。末将张斌率玄甲铁骑1000人，听候主公调遣。玄甲铁骑整编为本王亲卫营，3日后启程北上。末将明白。北凉一战，你做先锋。末将遵命。他凭什么封藩赐婚？他楚云凭什么？小姐，圣旨到了，圣上赐婚，你们许配给秦王殿下。秦王，楚云。母亲，女儿不想嫁。傻孩子，你是兵部尚书之女，婚姻从不由己。但你要记住，嫁过去不是去做摆设的。你父亲手握兵权，秦王需要李家支持，李家也需要一个藩王女婿。这桩婚事是互相成就。女儿明白了。青儿，嫁过去你不是去享福的。北凉是苦寒之地，是战场，你要做他的后盾。一个成功的王爷背后，必得有一个能撑住后院的女人。母亲放心，女儿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小姐，八抬大轿到了，该梳妆了。那个身披黑甲，敢守北疆，赶赴公寒的王爷，值得托付。新娘子，切莫紧张。秦王殿下品性端正，你嫁过去一生无忧。我知道。替我梳妆，该上轿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王妃，久仰。王爷，本王知道这桩婚事是圣命难违，但既然你嫁了过来，有你一人便够了。本王不纳妾。王爷说的话可要算数。怎么，王妃还在等姑请你入帐？我，今夜你无处可逃。母妃，您找我。云儿，北凉苦寒，锋刀双剑，皆是明枪，但最冷的是人心。
这4个人是母妃从李家宗族姻亲一脉为你一点点筛出来的，他们身上流着李家的血，绝不会背叛。到了北凉，他们就是你的手眼。母妃放心，儿臣定能在北凉扎下根来，绝不负您苦心。去吧，他们在王府偏殿等你了。北凉官吏盘根错节，如同腐木，要除尽腐木，唯有种下我自己的心根。这4人正是良种。今日召你们过来，没有客套，话我直说。3日之后，本王动身前往北凉就藩。北凉官场腐朽，官吏浑浊，当地派系错综复杂。原先所有北凉本地官员全部停职核查。你们4人随我北上，接管北凉核心要职。苏哲，你任北疆郡守，总管一郡民生、土地、流民、粮草统筹。高炳，你为郡丞，掌刑狱、查贪腐、整顿吏治、清扫污吏。周猛，你掌管城政治安，巡查关隘，清剿境内盗匪乱民。文言，你接手郡府财库，管控税收、账册、屯田商贸。属下遵命。记住一句话：北凉之内，军政分离，兵马兵权由本王一人独掌，民政政务全权交给你们4人。除军权以外，北凉衙门、官吏正免、律法施行、财政开支，你们4人自行商议，自行决断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：最短时间内推呆旧格局，清洗顽固旧吏，替换底层人手，把北凉官场牢牢抓在自己手里。大王，出使大前谈判失败，前帝拒绝所有条件，不肯割地赔款，更不肯纳粮。前帝扬言，若北蛮再敢南下，大前宁可举国一战，绝不屈膝。哼，硬气了。上次若不是粮草被烧，军心大乱，孤何至于撤兵？凭一场侥幸胜利，真以为能挡住我蛮军铁蹄？大前要承受孤的怒火。下次孤亲自领兵，战马齐备，全线压境，倒要看看大前拿什么挡。大王英明。大王，属下还带回一条重要消息：大前册封6皇子楚云为秦王，就是那个深夜闯入我大营的6皇子，正是此人。这小子有胆量，深夜孤军深入，天下没第2个人敢这么不要命。哼，传闻他是京城废物，看来全是假话，定是前帝故意放出假消息麻痹部落。大王，这位新晋秦王主动请封，自愿前往北凉就藩，永久镇守北疆边关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算日子，秦王队伍已离京，直奔北凉。有意思，烧我粮草，害我撤军，如今竟敢主动跑来北凉边境，真不怕死！传令，潜伏北凉的探子全出动，日夜探查秦王队伍，一有动静立刻上报。孤要活捉楚云，抓回草原，打断腿脚，贬为最低等奴隶，让他日日牧马，夜夜牧羊，受尽折辱，让天下看看得罪孤的下场。遵命。这就是北凉，比预想中还要荒凉，破败10倍，土地枯裂，连草木都难以存活。百姓在这里究竟该如何活下去？报！禀报大人，前方3000米处发现大量莽军集结，正挡在官道正中。前方有敌人，全员停止前进，准备战斗！完了，是蛮兵！我听说过，野外撞见蛮骑兵根本活不了。早知道北凉这么危险，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来。王爷，是蛮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别怕，乖乖躲回车里，不要出来。哼，一群上不了台面的小瘪三，本王还不放在眼里。既然他们主动送上门来找死，那我便亲手收拾他们。王爷，不要亲自上去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对方人数多于我方，蛮兵凶悍之极。您若是有个3长2短，你呀，太小看你夫君了。别忘了，我是怎么拿下北疆大捷。北疆战神4个字，可不是旁人吹捧。就这点蛮旗，在我眼里不堪一击。护卫，取霸王枪！务必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逞强。放心，锦衣卫全员留守，1000玄甲骑骑原地不动，死守车队，护住所有人，不许任何人慌乱逃窜。主公，目测蛮兵3000整，清一色轻甲骑兵，无重型护甲，无长柄兵器，只有弯刀短矛。3000轻骑就敢踏入北凉，截杀本王队伍？既然来送死，那便成全他们，准备冲锋。属下遵命。一群待宰的肥羊！将军，发财了！上千辆马车，物资无数。草原的勇士们，杀过去，活捉楚云！大王赏金1000两，牛羊100头，冲锋！玄甲铁骑，冲锋！
今日一个不留。这个杀人如割草的怪物，他就是大前秦王楚云。火烧粮草根本不是运气，绝不能让他活！所有人听着，围住那个黑甲将领，活戳不了就杀了！擒贼先擒王。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不可能，继续拖，等他体力耗尽，就是他的死期。那枪这么重，他挥了这么久不累吗？刚才砸飞那一下，起码上1000斤力道。都愣着干什么？冲上去杀了他！他就一个人。打了这么久，体力早就透支了，他撑不住了。退者死，未战者死。怪物的正面战力太可怕，硬拼必死无疑。只要一箭射穿他肩膀缝隙，废他9成战力，人海就能活活耗死他。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所有弓箭手全部出列，放箭射死他！将军，不行，里面全是我们自己人，放箭会误伤大量兄弟。别管了，不要顾及己方人马，不杀楚云，今天死的是我们所有人。牺牲一部分人，杀了他，一切都值。将军，快跑！这人太变态了，根本不是人。我们顶不住，彻底顶不住了！敌人骑兵全是铁甲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赶紧撤！想走，晚了。完了，司马，跑快点儿！给我留下！
我跟你拼了！这力道根本不是人，秦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。打得心畅淋漓，收获110属性点，爽！收兵，无需追击。他就是天神下凡，是我唯一的战神。王爷，你刚才太帅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，一人战千军，横扫蛮兵，简直是天神下凡。婉清，告诉本王，刚才本王厉不厉害？太厉害了！夫君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男人。今日若不是夫君，我们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夫君不仅是大前的战神，更是我的英雄。主公，战场统计完毕，此战斩杀北蛮骑兵2327人，残余蛮兵尽数溃散逃遁。我军轻伤91人，重伤8人，阵亡将士14人。伤兵妥善医治，阵亡14兄弟，记录功勋。属下遵命。休整片刻，全军拔营，继续前行。真是搞不懂，好好的京城王爷不做，跑来北凉这种鬼地方。是啊。北凉苦寒，战乱不断，年年遭劫，谁来谁倒霉，谁来谁背锅。以往朝廷官员避之不及，恨不得离北凉108000里。这位秦王殿下刚立大功，刚封亲王，正是胜券最盛的时候。不留在京城捞权捞势，主动跑来守边疆，难道是被陛下变相贬值了？哼，看不懂。好好的秦王不当，跑来收拾这烂摊子，纯属自求苦吃。不许动，全部拿下！什么情况？人都没见着，礼都没行完，直接抓人！从今日起，尔等郡守、县城、徐兖、主簿，全员核职，即刻拿下，等候彻查。殿下，臣等奉命出城迎驾，恪尽职守，未曾犯错，未曾渎职，凭什么无故革职抓人？是啊，殿下未免太过霸道，初来乍到随意罢免地官员，不合规矩。凭什么？北蛮大军压境，兵临北凉城下之时，百姓惶恐，满城慌乱。尔等身为地方父母官，不安抚百姓，不组织防御，反而携带钱粮，家眷亲信，弃城逃入深山，置全城百姓生死于不顾，置北疆国门安危于不顾。就凭这一条，你们所有人死不足惜，全部带走，单独关押，逐一彻查。王爷，会不会太急了一些？我们初来乍到，立足未稳，地方官员盘根错节，官场向来讲究制衡、妥协，循序渐进。正因为初来乍到，才必须快刀斩乱麻。北凉烂根太深，这群地头蛇没一个干净。我只是在清理蛀虫，别人的官场讲究妥协，但北凉是本王的领地，在这里不讲官场潜规则，
本王的话就是北凉的王法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那是别人，在本王这里不存在。我没有时间跟他们玩官场博弈，北凉需要快速整顿，快速强军。谁敢拖后腿，谁就死。杀伐果断，凶山河，这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。抓得好！这群狗东西终于遭报应了，早就该被抓，祸害北凉多少年了。上次蛮人打过来，满城百姓拼死守城，他们倒好，带着钱财家眷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把我们扔在城里等死。这种官留着有什么用？这群当兵的是什么人？哼，你们还不知道，城外来了数千人马，车马连绵数里。今日是秦王殿下来北凉救藩。原来是他，我听过这号人物，那可是真正的少年英雄，战功赫赫。好好的王爷不做，怎么跑来北凉？我听城外的兵卒说，是秦王殿下主动请命，自愿来北疆守国门，替我们挡蛮人的刀兵。有秦王殿下在，蛮人再也不敢肆意南下劫掠了。这下我们北凉百姓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这位新王爷是真的为我们百姓着想。满目疮痍，毫无生气，这就是大楚的边关重镇。军要练，官要整，但如果不先恢复民生，何来根基？传我命令，锦衣卫卫即刻分兵，全城布控。第一，查封所有在任官员私宅、府邸、库房，清点私产钱粮。第二，传令北凉城内所有衙门、所有在岗官吏、主簿、差役、巡检，半个时辰之内，全部到郡守府门前集结候命。逾期未到者，一律按渎职逃官论处。卑职遵命。这下彻底出事了，郡守他们全被抓了。这位新来的秦王也太强势了，刚入城就动地头蛇。秦王会不会把我们也全部抓了？应该不会吧，我们都是底层办事的，没犯过大错。要是把所有官吏全抓了，衙门直接瘫痪。秦王不会这么做的，难说。听说他杀伐极重，打仗从不留情，政治官场恐怕也一样。从今日起，本王就按北凉。北凉地月之内，本王即是规矩，本王即是法度。本王知晓，北凉积弊已久，你们之中有人贪墨钱粮，有人懈怠公职，有人徇私枉法，有人平日里欺压百姓，敷衍公事。但本王初至北凉，百废待兴，不及清算旧账，不究过往私过。今日，本王在此许诺，一律既往不咎。从今往后，谁肯踏实办事，安分守己，本王保他官职安稳，前程可期。谁若依旧徇私枉法，革职、查抄、下狱，绝不姑息。都听明白没有？明白。苏哲，属下在。本王任你为新任北凉郡郡守。流民安治，粮草统筹，民生兴衰，全系你身。属下定不负殿下重托。高秉，属下在，任你总领刑狱律法，彻查贪腐积案，清扫所有污吏冗官。但凡官场住处，你可先斩后奏，全权治。遵令。周猛，属下在。命你执掌北凉城池治安，统筹城守军，清剿境内盗匪，保境内安稳，护城池平安。遵令。闻言，属下在。命你接管北凉郡府财库，统管全境税收。属下遵命。从今往后，北凉官场
民生、治安、财政。本王不看过程，只看结果。具体手段、整治方法、用人调度，你们自行决断。本王只要最快速度看到改变，吏治清正，民生回暖。我等遵命。各衙门人员即刻返回岗位，各司其职，各守其责，听从新任长官调度，安分做事。是。谁敢阳奉阴违，新官可直接上报本王，立惩不贷。我等遵令。你们4人，今日即刻走马上任，即刻清查全境吏治民生。3日之内，把北凉所有问题、所有隐患详细汇报本王。是，殿下。秦王府还在选址动工，这段时日，我们就先暂住郡守府，等王府建成再搬过去。今日在广场当众立规矩换官员，不把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们不会老实。今日敲打过后，他们心里都有数了。接下来整顿吏治，恢复民生，阻力会小很多。王爷只管安心在外处理公务，府中大小杂事，下人调度，膳食起居都交给妾身打理，绝不会让杂事扰了王爷的心思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系统奖励发放，改良无限种子，移民人口乘100万。牛逼！这奖励简直是雪中送炭。系统详细介绍一下奖励。改良无限种子，耐寒、耐旱、耐贫瘠，可在极端环境快速生长，生长周期短，产量极高，可无限繁殖。我操，牛逼！有了这种子，等于北凉所有荒地都变良田。系统，这改良种子结出来的东西能吃吗？完全可食用，口感优良，营养充足，无毒副作用。这哪里是种子，这分明是吃不完的粮食。从今往后，北凉彻底告别粮荒。农民开荒保障粮食，工匠重建城池打造军械，郎中稳定民生，商贩盘活经济。种田、经商、强军，完美的正向循环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没什么，只是在想，北凉很快就会不一样了。大人饶命！见过殿下。说吧，3日清查结果如何？殿下，经3日全盘摸排统计，北凉主城现存在册人口不足10万，全境3县、山野村落、残民汇总，整个北凉郡总人口不足100万，且全境百姓食不存3，大半衣衫破烂，食不果腹，居无定所，房屋坍塌过半，良田尽数荒芜。3县之地无一富庶乡镇，村村有灾，户户缺粮。去年霜灾，连年欠收，百姓常年挣扎在饥饿、寒冷、战乱之中。殿下，郡府官仓、备用粮库、军粮库房全部迁查完毕，库存存粮寥寥无几。若是全城百姓统一配给，撑不过半月。往年税收常年亏空，府库空虚，分文结余无存。官场彻底瘫痪，底层差役半数怠工，律法形同虚设，全靠人情贿赂办事。城防空虚，关隘失修，守军老弱混杂，军械陈旧破败。殿下，北凉如今万般皆缺，缺钱尚可慢慢积累，缺粮尚可临时调度，唯独缺人。人口之事无需担忧，无需多久，会有大批量流民陆续涌入北凉境内。这批流民到来之后，全部登记造册，妥善安置，分批开荒。本王要扩建北凉主城，推倒残破旧墙，重筑新城，
把北凉城打造成北疆第一雄城。属下遵命。新任北凉藩地秦王殿下体系民勤，东南西北4门同时开设粥棚，无分老幼户族，无分本地流民，人人有粥，管饱免费，持续10周。老天终于有活路了！我家雅儿已经3天没吃过1顿饱饭了。以前的官只顾自己贪钱逃命，谁管我们百姓死活？听到没有？秦王10周了，4门都有，人人都能领。多谢秦王殿下，殿下救命之恩，小民永世不忘。诸位北凉诸百姓，本王镇守北凉，便会护北凉万民。从今往后，4门10周，日日不断，直至全域百姓彻底度过荒期。本王在此承诺，不出1年，必让北凉无荒田、无饥民，让所有人吃得饱、穿得暖、住得安。短短5日，秦王殿下竟硬生生盘活了这座死寂的北凉城。大人，正南方向有大量人群靠近。来了，殿下说的流民真的来了。这批流民，就是北凉崛起的第1波底气。快，大设登记棚，备名册，分区域安置。你登记的职业是郎中，专治风寒、外伤、疫症，全是20到40岁的青壮年，无老者，无幼童。大人，太奇怪了，从未见过这般流民。寻常流民只求活命，这批人看着反倒像是特意过来投奔的。不管为何而来，这些人就是上天赐给北凉的宝贝。不必深究缘由，所有人全部接纳，统一登记造册。这北凉城原本打满算也就4、5万人，可自从第1批流民到了之后，这世道全变了。我只是做梦都没想到，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10天前，主城人口4万余，现如今城内人口突破40万。城内现在是什么样子，不用我多说。街巷拥挤不堪，大量流民只能扎堆城墙根旁凑合过夜，人口密度暴增10倍，摩擦冲突天天上演，一天能出几10起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纠纷。你们发愁安置，发愁治安，我比你们更头疼。几10万人，每天光是口粮消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哪怕殿下手里有海量存粮，也经不起这样无休止的消耗。城防压力同样巨大，外来流民来路不明，人员混杂。我已经加派城防兵卒严查入城人员，依旧防不胜防。最关键的是，一旦城内爆发暴乱，几10万人乱起来，凭我手里这点守军，根本镇不住场面。参见殿下。都坐吧。何事？殿下，属下必须向您如实禀报现状。目前北凉城人口已经突破40万。按如今人口增速，再放任他们涌入，最多半月，库存粮草就会吃紧。城内人口杂乱，人员密度过大，摩擦不断，还有城防风险。一旦闹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殿下，这批流民实在太过诡异，每日数万涌入，寻常流民尽数南下，唯独这批人，这些人到底从何而来？你们纠结他们从哪里来，毫无意义。你们只需要明白一点，现在最缺的从来不是粮食，
北蛮虎视眈眈，想站稳脚跟，彻底崛起。人力才是现阶段最珍贵的战略资源，你们眼里看到的是负担，是消耗，是隐患。本王眼里看到的是根基，是北凉未来的100万子民，是崛起的底气。城内饱和，那就不要全部挤在旧城里。苏哲听令，属下在。即刻启动新城改造计划，以旧城为中心向外拓展，划分4大外城居住区，将多余人口分批外迁，同步划分近郊荒地，规划屯田，流民1000人一组，分区统一管理。粮食问题，你们无需多虑。属下明白，我等即刻着手筹备新城扩建，人口分流，外区屯田诸事。1日一变，10日大变。北凉这片死寂之地，是时候换个人间了。历朝历代，权贵不屑，官府嫌贵，从未有一者敢将重心砸向这看不见的地底。排水、排污、饮水3线必须分明，密封处再加一层3合土。苏大人放心，咱们按殿下的死规矩办，绝不漏一滴水。我活了20多年，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拥有自己的田地。免税2年，白送2种，殿下这是硬生生把死地变成了乐土啊！别的地方，官府偏袒豪强，世家垄断良田，咱们北凉不一样，殿下说了算。殿下一句话，荒地开荒归民，不用给地主交租，不用看人脸色，好好种田就能吃饱饭，养活一家老小。朝堂讲究制衡，官员忌惮豪强，所以他们建不出一座新城。但在北凉，殿下就是唯一的规矩，无需妥协任何人。没有机械又如何？100万青壮，便是我开创这个时代最顶级的巨富。北蛮随时可能南下，留给北凉的时间不多了。殿下，目前内城改造工程已经全面完工。所有主干道、次级街巷全部翻新，全城地下白肥水管网已100%铺设完毕。外城新区的民居、工坊、仓储同步施工，现已完工3成，进度远超预期。苏哲，你功不可没。凭100万劳力加持，只需半年，内外重城即可彻底竣工。届时，北凉将成一座能稳固承载100万人口的北疆雄城。城外开荒屯田，现在推进到了什么规模？回殿下，截止今日，近郊荒地已开垦完成10万亩良田，共计16万农夫参与开荒耕种，全员统一播种您下发的改良良种。产量核算过了吗？改良种子耐寒高产，亩产稳定600斤上下，且能1年3熟，全年总产量能突破1亿8千万斤粮食。单这批良田产出，就足以养活100万人口，日常温饱绰绰有余。很好，城建、屯田两手抓，绝不能松懈。属下遵命，后续定当开垦更多荒地，彻底消除粮食隐患。不在城墙上看了，陪我下去走一走。温饱才是收拢民心最锋利的剑。草民参见殿下。都免礼，不用拘谨，大家继续干活就行。每日干活累不累？官府给你们的待遇可还满意？回殿下，一点都不累。比起以前，现在的日子简直是天上地下。以前给豪强白干，在外流浪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
遇上灾年饿死是常事。现在王府招工，管1日3餐，顿顿白米饭，偶尔还能吃上肉。每月还有固定工钱，从不拖欠，多累我们心里也乐意。本王向你们保证，只要勤恳做事，北凉境内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房住。殿下千岁，我们早点把城建好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老人家，这种新良种好不好养活？这良种简直神了！咱们北凉霜寒重，普通良种根本扛不住。您给的新种子，不怕冷耐贫瘠，浇水就能长，长势比我见过的都好。最关键的是，这田地开荒后，直接归我们自己了。改良良种，王府会无偿持续下发。日后王府还将开设粮行平价收购，绝不让大家辛苦种出的粮食烂在地里。民心已定，这片土地必将成为我最坚不可摧的堡垒。不愧是系统召唤之人，体魄远超常人，只可惜还未见过血。末将参见殿下。免礼，本王今日过来质问军务。5万新军集结完毕，训练进度如何？多久能够形成基础战斗力？回殿下，这批新兵底子极好，身体素质远超寻常募兵，且心性坚韧，训练极其刻苦，从无偷懒抱怨之人。属下按玄甲铁骑标准训练，只需1月，便具备正面作战能力。没有上过战场，没有见过流血，没有杀过人，遇上厮杀、惨叫和鲜血，心态依旧会崩，纸上谈兵成不了精锐。殿下的意思是提前安排实战？没错，如今北凉内部并不安稳，境内群山密布，荒山野岭内盘踞数十股土匪刀寇。平日劫掠村落，劫杀商队，以往官府无力清剿，只能放任。现在秦军成型，正好借剿匪一事，全员拉上战场，以战代练，让新兵见血，适应厮杀氛围，借剿匪拔高全军整体战斗力。末将明白，之后重新调整计划，分批进山剿匪，实战练兵。剿匪只是对内固本，接下来要说的是对外固边。末将知晓轻重，今日即刻派斥候北上排查，3日内完成摸排，随后分批进驻，重建北疆防线。此事非常重要，必须加快进度。800悍匪盘踞主峰，烧杀掳掠，无恶无作。今天这票干得痛快！山下那些农户，不过是圈养的牲口罢了。诸位，热闹归热闹，我提醒一句，最近山下局势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们应该都听说了，北凉来了一位新藩王，秦王。此人来头极大，击溃蛮兵，战功滔天，入城数日直接清洗北凉官场，手段狠辣至极。咱们最近行事最好收敛一点，别太张扬，别主动去招惹秦王，免得引火烧身。二当家，你胆子也太小了吧！一个藩王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还战神？我看都是外面吹出来的虚名。山路9曲18弯，密林遍地，易守难攻。朝廷大军来了好几次，最后还不是灰溜溜撤退，甚至被我们反杀一大批。他秦王就算手里有兵，又能怎样？说白了，北凉城是他的地盘，这座黑风山是我们的天下。他敢派兵进山，来多少我们杀多少，全部困死在山里。老二，我知道你的顾虑，但你没必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秦王又如何？他手里的兵，平原作战或许尚可，入山剿匪纯属笑话。我们背靠大山，进退自如，占据地利，以逸待劳。至于那个秦王，他要是识相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他要是敢不知死活，派兵进山，本寨主不介意再多杀一批官兵。17处匪寨，800悍匪，今日便让这黑风山换个主人。
全军听令，急行军，目标黑虎寨。诸位听令，今夜子时，全线同步发起进攻。我军5000人，拆分6路，5路兵马分别清剿外围16座中小型匪寨，剩余500精锐由我亲自带队，直捣黄龙，主攻黑虎寨。趁着夜色，以绝对优势碾压，不给任何土匪反应依托地利防守的机会。记住，殿下旨意，除恶务尽，凡是持刀反抗者，一律斩杀；愿意投降者，全部俘虏，交由王府统一处置。所有人即刻休整，子时准时出兵。遵命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动手！寨主，不好了，官兵杀进来了，好多官兵！官兵？这怎么可能？前几天他们分明连山都不敢进，收拾细软，撤，从后山走！跟他们拼了！18年后，老子还是一条好汉！放箭！第73处匪窝，全都在这儿了。按图所讲，四面出击，全境清剿，一个不留。活了一辈子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有一天北凉能彻底没有土匪。以前天黑之后，我连院门都不敢开，现在半夜进山砍柴都踏踏实实。秦王殿下真的是菩萨转世，免费施粥，分田开荒，重建城池，肃清匪患。自打王爷来了北凉，我们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安稳啊！殿下，这里就是镇北城，能够容纳3万居民驻守，军备粮仓一应俱全。这就是曾经的北疆第1道屏障吗？废弃10来年，饱受风沙侵蚀，看着破败严重，但城池根基完好。接着说，城墙主体、地下储粮密室、营房地基都没有彻底损毁，不用重新筑城，我们只需填补缺口、清理黄沙、修缮屋舍、加固城门、重置器械，只需短期修缮，就能直接投入驻军使用。好，那就在这里，给北蛮立一道跨不过去的鬼门关。现在随我上去看看。末将在午前就已经从基建劳工里抽调了5000名擅长石匠、泥瓦活的民工，全天2班倒，日夜不停抢修镇北城。除此之外，镇北城东西2个方位还散扫着4座中小型军用堡垒，4座座军堡互为角角，以前就是用来辅助镇北城，分各隘口，预警敌情，拦截小规模蛮骑。现在那4座军堡也同步安排人手开工修缮。等到镇北城与4座外围军堡全部修缮完毕，末将会调拨1万秦军，常驻北疆防线，5000步兵固守镇北城主城，剩余5000人胚分驻防4座军堡，步兵、弓弩手、轻骑相互配合，分段把守南下隘口。只要防线成型，往后这片区的北蛮骑兵就再也不敢随意穿梭边境。你的安排很不错。但是你切记，千万不能放松警惕。这群蛮人贪婪暴虐，绝对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稳固边防。在防线彻底成型之前，他们大个率会派遣骑兵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24小时轮班巡查，一旦发现蛮人踪迹，第一时间示警，全员进入战备状态。末将明白，即刻下发军令，严防死守，绝不给北蛮任何可乘之机。殿下，
北边有情况，是蛮族骑兵直奔镇北城而来。有意思，说曹操就到，正好，本王多日未曾活动京府，这群蛮人来得正好。张斌听令，末将在。即刻集结城外秦军骑兵，随本王正面出击，让他们主动送上门来，今日便就地碾碎。触后来报，前狗竟敢重修镇北城，那是断我黑谷部落的活路。前狗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敢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修城筑房，简直找死！真让他们把防线立起来，以后我们冬天去哪儿抢粮食，去哪儿抓奴隶，冲进去，所有男的全部砍杀，我们抓回去当牛马奴隶，女人、物资全部带走。勇士们，加速冲锋！杀！把这些蛮狗全部宰了！是殿下，殿下亲出战了！就几百人，前人是没人了吗？拿几百人来挡我们2000铁骑，看领头那人甲胄华卫，应该是个大官儿。抓活的，活捉这前人大老官，带回部落领赏。区几百人也敢出城，纯属找死！所有黑谷士听令，全员冲锋，一个不留！冲锋！去死吧！优先杀了他！弓箭手全员放箭，射死他！箭雨都射不死，这还是人吗？所有亲卫勇士，随我上，斩杀此人，扭转战局！谁能斩下此人首级，赏黄金100两，世袭牛羊牧场！全军追击，不留活口！活了一辈子，今日才算看到北凉有救了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亲王威武！亲王威武！亲王威武！急报！黑谷部落2000骑兵全军覆没，首领战死。什么？黑谷2000骑兵全灭，绝非小事。区500前人骑兵，全灭我2000精锐。这伪良秦王战力太过恐怖，大王万万不可让前人站稳脚跟。镇北城一旦修复完毕，军宝联动，重兵布防，我们南下的通道就会被堵死。往年秋冬劫掠是我草原各部活命的根本，断我劫掠路就是断我草原生路。臣请战，即刻集结边境所有部落兵力，
突袭镇硼城，杀光驻守秦军，工匠民夫，彻底捣毁城池工事，捣毁镇平城，杀光守军。一个新来的北凉藩王，也敢妄想重建北疆防线？哼，痴人说梦！传本王命令，无需调动主力大军，小题大做。传令镇北城周边的草原部落集结各部士兵，1周内合围镇北城，捣毁所有修缮工事，斩杀所有驻守士兵、工匠，彻底抹平镇北城，让前人知晓北疆草原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北凉防线休想重建，秦王想在北疆站稳脚跟，故绝不答应。大王英明。深秋已至，寒冬马上降临，大草原的冬天何等残酷，你们清楚。往年寒冬，我草原各部死伤惨重，度日艰难，但今年局势尚可。此次南下征战，我军抢夺了海量粮食、布匹和人口，这些物资储备足以让各部安稳倒过这个冬天。今年的战略目标并未完成，目前只劫掠数郡，远远不够。吾要集结全草原之力，再度南下，一举拿下大前北方12郡，占据良田、城池、人口资源，彻底扎根北疆，而后入主中原。未来，我北蛮再不用困守困寒草原，年年饱受寒冬之苦。大王宏图伟业，千秋之志，开春南下，必能踏平北方12郡。我等誓死追随大王，入主中原，入主中原。王爷，妾身整理完了王府全部收支，向您对账报备。目前北凉常住人口含本土百姓、落户流民、工匠劳动，共计近100多万，最大开支为粮食，单日支出就是个恐怖数字。此前王府存粮结余储备几乎全部填进民生缺口。其次，为城池改造、外城新建、管网道路工程开支，还有屯田补贴、安家物资、农具营房，每一项都是只出不进的大额消耗。目前北凉百废待兴，税未稳，商未旺，全程靠着王府储备撑着。辛苦你了，偌大王府待政，千头万绪，账目繁杂，你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没有出半点趴漏，做得很好。王爷，目前局势看似稳步向好，但现在有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，最多1、2个月，北疆寒冬就会彻底降临。北凉的冬天和中原完全不同，常态气温零下20-30度，狂风暴雪，冻土3尺。妾身派人环算过，方圆100里山林全砍伐，也远远不够100万人取暖，木柴缺口极大。一旦入冬无柴，贫民、老弱、幼童根本扛不住极寒。往年小冷尚能熬，今年100万人扎堆，缺柴就会大批量冻死人。我只顾着建军、剿匪、屯田，唯独忽略了北疆寒冬的恐怖。北凉寒冬，百姓屋舍单薄，100万人的取暖是天大的民生难题。这件事是眼下优先级最高的事，你放心，本王来想办法解决，绝不会让百姓寒冬冻毙。有王爷此言，妾身便安心了。粮食够了，住房有了，军队成型了，唯独木柴不够，树木生长缓慢，短时间不可能凭空变出海量柴火，必须换思路。蜂窝煤耐烧、火旺，用量少，制作简单，完全适配现在的北凉。唯一的前提，必须找到煤矿，只要有煤矿，一切迎刃而解。来人！传本王命令，即刻召苏哲4人，火速前来王府议事。要赶在风雪降临前，造出100万人过冬的燃料。属下参见王爷。免礼。召你们过来，只有一件头等大事。北凉寒冬将至，最多1、2月，风雪降临，气温骤降。如今北凉定居百姓、流民、工匠、军属近100万人口，本王已经核实，全境山林木柴储量严重不足。就算现在发动所有人进山砍柴，日夜不休，也远远不够100万人过冬取暖。一旦入冬缺暖，大量老弱平民必死无疑，这是当下最大危机。王爷，属下正要向您汇报此事。北凉的冬天极其酷寒，零下20-30度是常态。往年人烟稀少，零散村落靠山林柴火尚且绵长堕落，如今人口暴涨数10倍。我们清点过所有仓库储柴备用木料、工程余料，全部加起来，
撑不过3成百姓过冬。属下也暗中安排民夫提前进山伐木，但方圆100里成材木柴早已绝底，新木来不及干燥，数量更是杯水车灰，根本赶不上入冬，填不上这巨大缺口。先坐吧。是。属实，木材缺口太大，人力赶不上天时。今年冬天，若是无解，必然大乱。你们发愁的问题，本王已有解法。只要找到一样东西，百万百姓过冬难题可彻底迎刃而解。王爷，是何物？还请明示，我等立刻全力筹措。煤矿。王爷，属下从未听过此物。世间柴火、干草、木炭、油脂皆可燃取暖。这煤矿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所谓煤矿，就是深埋地底的黑色石块，藏在群山沟壑地层深处，储量极大。此物最大的用处，就是可以直接燃烧，耐烧度极高。一块黑石头，燃烧时长抵得上数十倍普通木柴，烟火持久，保温极强，足够家家户户冬日取暖。只要我们能挖出大量煤矿，加工成型，百万百姓过冬取暖的巨大缺口，直接补齐。王爷，地底黑石可燃，此事当真？世间竟有如此奇物！千真万确，此物并非神迹异物，只是寻常地底矿藏，只是无人开发，常年闲置深山地下。现在，本王下达命令，你们4人即刻分头行动，根据地貌、土层、山形判断，梁山地底蕴藏煤矿的概率最大。深入各乡泊村、深山老林，走访当地老村民、猎户、采药人、常年进山之人，询问有没有见过黑色石块、黑色土层、地底黑石裸露的地方。但凡有一丝线索，立刻上报，优先探查。现在整个北凉过冬的命脉全系于此，必须在入冬之前找到煤矿矿点。属下遵令。王爷，属下斗胆一问，若是全境探查之后依旧找不到煤矿，该如何处置？本王早已想好退路，双管齐下，双线布局。第一线，全境探查煤矿；第二线，即刻拨发王府专项资金，派遣商队、人手，奔赴周边各郡邻境县市，大批量采购干柴、木炭、新草，能买多少买多少，不计成本，给我囤货。就算煤矿找到，木材储备也不能断。王爷思虑周全，我等不顶。但愿能在雪落前找到那救命的黑石。王爷大喜，有线索了！查到消息了。正是，属下昨日派人走访周边村落，寻访常年进山之人。他常年深入100里大山狩猎，亲眼见过您说的黑色可燃石头。你仔细回话，你当真见过那种黑色石头？深埋山中，可点燃燃烧？回王爷，小人敢打包票，绝对见过。就在北凉城外往东100里的黑武大山深处，埋在浅土层里，有的直接裸露在地面。当地山沟附近的村民早就知道这东西能烧，平日里做饭取暖，偶尔也会捡几块回去用。哎，就是这黑石头不好烧，火慢烟大，不如干柴利索。哎，老百姓不懂怎么用好它，烧着费劲，也就没人愿意专门去捡，就一直扔在山里，没人管，没人碰。小人常年进山追猎走兽，多次路过那片山沟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村里老人也都说，这黑石能起火取暖。有了，真的有煤矿。老天终究是给北凉留了一条活路。若是没有这处煤矿，仅凭外购木材，根本撑不住100万人口的极寒冬天。一切困局彻底逆转。有原煤就能批量制作蜂窝煤，耐烧省钱，储量巨大，取又不竭。不只能解决今年冬天100万百姓的取暖死局，这更是一条源源不断的财源。蜂窝煤制作简单，成本极低，受众无限，哪怕定价奇低，保两多销，长期下来，足以撑起北凉大半财政缺口。从今往后，北方大地取暖将不用再依赖山林木材，既能保护山林生态，又能诞生新的产业，工坊和税收、民生、财政、生态一举3得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很好，今日你即刻随本王动身，带我前往黑玉大山，实地查看矿点。若是情况属实，本王必有重赏，良田银两，户籍优待，任你挑选。多谢王爷。
王爷到了，这里就是黑玉山。您要找到黑石矿地，就在大山背面的带入山沟里。是。真的是煤矿，没想到居然是浅层覆土的露天矿脉，不用深挖，只要铲开表层薄土就能大规模开采，开采难度降到了最低。王爷，这就是您说的煤矿。此屋看着平平无奇，脏污厚重，当真能够替代木柴取暖？村民说不好烧，烟大火弱，用处不大，真能撑起100万人口过冬。你们现在看着普通，是因为没人懂得正确用法，在本王眼里，这是北凉至宝。你们等着，等回去之后，本王亲自做实验，教你们生火、取暖、制成型燃料。到时候你们就知道，这东西比起木柴强100倍。王猎户，你今日引路巡矿，为北凉立下大功，本王说话算话，必定对你重重有赏。苏哲，回去之后亲自带他去王府账房，赏白银100两，赐良田20亩，免除3年赋税徭役，录入北凉功勋名册。谢王爷，谢王爷隆恩。属下遵令。来人，取麻袋，装煤起样。是。多装一些，带回王府。本王亲自演示燃烧，制作新技术，开矿、建厂、制煤，普及供暖。这又脏又丑的黑石头，真能撑起整个北凉的冬天。殿下这是在和泥，看不出半点玄妙啊！用黄土定型，竹筒做模具，他究竟想做出什么？现在还不能烧。殿下，为何？水分太重，烧不起来，还会冒烟，必须放在太阳下彻底晒干。干透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，这东西能不能救北凉过冬。就凭这几坨黑泥疙瘩，真能养活100万百姓过冬？干透了，不软不散。太稳了，比柴火好用太多。柴火烧一会儿就熄，这东西看着能烧好久。真的烧起来了！这黑石头做的煤坯真的能生火取暖。原料遍地，成本极低，家家户户刚需消耗。这哪里只是过冬物资，分明是一台源源不断的吸秦机器。你们现在看见了，蜂窝煤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、耐烧、好用。原料就是山里遍地的全煤，几乎无成本，少量黄土加人工就能批量制作，成本极低，普通百姓都用得起。对比木柴，优势碾压，燃烧时间长数倍，烟气少，更干净，更好存放。只要我们立刻动工，一边大规模开采露天煤矿，储备足量蜂窝煤，今年北凉100万百姓的过冬危机彻底解除。属下明白，即刻全力推进采矿造煤事业。都加快手脚，赶天冷之前把煤囤出来。王爷说了，早一日量产，我们就能早一日安心过端。以前谁能想到，这黑乎乎的破石头能救命？王爷亲自试过的东西，错不了。之前山里村民都说这石头难烧，那是他们不会法子。现在做成蜂窝煤，又耐烧又无烟，比干柴好用10倍。今年上百万百姓能不能熬过寒冬，全靠咱们山里这堆黑石。那必须卖力干，咱也是在做救命的活。记住这个湿度，太湿晒不干，容易裂；太干压不紧，烧得快，费材料。王爷定下的比例一丝都不能差。这等恐怖的执行力，我为官数十载，闻所未闻。以前北凉官府办事，修一条路能拖半年，短短数日，荒山变厂区。这般魄力，这般效率，这般民生格局，前所未有。荒废10几年的北疆防线重新立起来了，整整1万秦军成为了这座边关要塞的新主人。安静的让人不安，风暴、河
何时回来？敌袭！大规模蛮军南下，快，全速返回！敌人大军来袭！关城门，弓箭手登城，步军列阵布防。怎么修得这么快？前后不过10多天，居然把城墙彻底修好了。前人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本来想着捡便宜突袭，现在人家城防稳了。城上前人听着，速速开城投降，弃械不杀。我等奉大王之命，踏平镇北。你们区几千人守军，挡不住我4万大军。趁道退走，还能留一条活路，敢阻拦草原大军，城破之后鸡犬不留。北凉领土寸土不让，蛮夷寇边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想要踏平镇北，先踏过我秦军将士的尸体。全军进攻，架梯攻城，踏平镇北城。启禀王爷，镇北城急报。讲。昨日上午，北蛮周边各大部落联军突袭镇北城，蛮军来势极猛，轮番对城墙发起疯狂冲锋。我镇北城守军全员列阵，死守城池，不曾后退半步。历经数轮惨烈血战，蛮军死伤惨重，攻坚无望，敌军最终无力再战，狼狈撤兵北退，遗弃尸骸数千。真以为我秦军是软柿子，可以随便拿捏，随意袭扰？看来不狠狠打一次灭族教训，他们永远记不住疼。晚清，本王决定，这一次必须给他们刻入骨子里的教训，把镇城周边的蛮族落尽数拔除，杀到他们胆寒，杀到他们不敢靠近北凉边境。只要扫清外围，至少1年内，北疆再无小规模袭扰，我们能安安稳稳发展民生，稳固防线，为北凉争取足够的发育时间。王爷不可，草原不比北凉境内。地域辽阔，地形复杂，部落散落，危机四伏，深入草原作战，变数太多，风险太大。蛮人居于主场，熟悉地形，擅长游走偷袭。您身为秦王，万万不可亲身涉险。你放心，没有危险。本王不深入草原阵地，只打镇山城边境沿线的部落，范围可控，打完就撤。这群部落常年拦路劫掠，杀我边民，扰我城关，旧账新账，今日一并清算。顺带清剿他们部落存居的牛羊、粮草物资，正好带回北凉，补充府库，补贴百姓过冬所需。晚清，你清楚我的战力，迄今为止，能在战场上胜过我，杀我的人还没出世。区草原边部散兵，奈何不了我。好，你放心去吧。暗探早已查清周边部落底细，首战就打黑谷部落，这是上次被全歼精锐的残部，今日彻底拔掉这颗毒瘤。骑兵是前人骑兵，他们杀进来了！全军突进，踏平黑谷！反
胆敢持刀反抗者，绝无活路。所有手持兵刃、具备战力之人，就地格杀。凡持兵器者，皆斩！跟他们拼啦！阻碍已尽数扫清，搜刮物资尽数带走，全军撤退。失去了青壮与过冬的粮草，等待他们的只剩饥寒与死亡。黑谷部落的覆灭不过是个开始。按照暗探的名单，挨个点名，挨个清算。半月6部尽数扫灭。从今日起，北疆外围400里再无蛮夷刀兵。王爷杀伐果断，以战止战，唯有杀得彻底。这群蛮人欺软怕硬，唯有血与刀才能让他们记住教训。全境肃清，全军停止征伐，集结整队，预备返程。对这群蛮夷的仁慈，那便是对我们北凉百姓最彻底的残忍。大王，大事不好！讲。北凉秦王楚云亲率铁骑深入草原，半月之内横扫镇滨城周边6个部落，白羊、赤蹄、野狼6部尽数被破，各都青壮战力几乎被屠杀殆尽，营帐被焚，粮草被抢，牛羊被掠，方圆几百里草原部落全军覆灭。活下来的只有老弱妇孺，整片边境草场彻底废了。疯了！这秦王简直疯了！敢直接跨界杀入我大草原，屠我部落，杀我族人，这是宣战！大王，此仇不共戴天，秦王太过嚣张，目中无人，完全没把我北蛮王庭放在眼里，当着整片草原的面屠落王庭属部，这是狠狠地抽在大王脸上，践踏我北蛮威严。请大王即刻下令，集结主力大军，踏平北凉，全歼那支秦军铁骑，斩杀楚云，血债血偿，为6部族人报仇。楚云，你竟敢如此辱我倾巢南下！我要碾碎镇崩城，屠光秦军！不行，冬日临近，风雪将至，大军一旦出征，必将葬身荒原。孤知道，诸位皆想即刻开战，6部族人惨死，边境草场尽毁，此仇孤比谁都恨。楚云欺我北蛮无人，践踏我草原威严，嚣张至极。但是，冬日将至，大雪不日封路，天时不利，不可妄动。此刻大军南下，补给断绝，天寒地冻，前路无援，不是出征复仇，是自毁根基。这仇不报不可能，这笔血债，孤记下了。待到明年开春，雪花草青，孤集结全草原之力，尽起北蛮精锐，大举南下，踏平镇东城，突进北凉守军，横扫北凉城池。孤要让楚云，让整个北凉为今日6部之伤付出惨落代价，血债血偿，寸土不留。大王英烈！秦王殿下回来了！这就是北凉大军第1次主动杀入草原带回的战利品。回来了，大军回来了！秦王殿下威武，秦军将士无敌，扫平
活了一辈子，我真的等到这一天了。以前都是蛮狗来抢我们、杀我们。孩儿，你记住，以前我们北凉人抬不起头，从今天起有秦王在，我们再也不用怕蛮人了。以后没人敢随便杀我们、抢我们。打，就该这么打！这群蛮人就是欠收拾。以前欺负我们够多了，这次终于付出代价了。以后谁还敢说我们北凉弱？草原凶险，夫君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来了，听见马蹄声了。谢天谢地，他回来了。王爷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本王回来了，无事。这半个月，我日日都在担心。幸好王爷平安归来。放心，些许草原散步还伤不到我。此战顺利，边境6患尽除，边境至少数月安康。王答应了，必会护好自身，护好北凉，护好你。快看，王爷王妃真好。王爷在外征战杀敌，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安抚王妃。世人都说王爷杀伐凌厉，威严霸道，可在王妃面前永远温和耐心，这般情谊真让人打心底羡慕。恭贺王爷半月横扫草原6部，尽除边境100年边患。王爷神威盖世，护我北凉万民安稳。都坐吧。此次深入草原，连破6部，不是本王一人之功，是所有出征将士浴血拼杀、不惧凶险换来的战果。这一战，打得干脆，打得彻底，扫尽周边蛮夷，扫清边境隐患，本王很满意。今夜庆功，不谈公务，不议战事，只管放开吃喝，尽兴畅饮，不醉不归。此战缴获的所有物资，牛羊、粮草、皮毛、军械，你们2人牵头，全权负责安置清点，分门别类，仔细核算，登记造册。所有缴获一分不留，全部纳入府库，统一调配，优先用作全城入冬储备，充实府库储备，绝不私分，绝不浪费，尽数用在北凉民生防务之上。属下遵命，定妥善安置所有缴获物资。婉清，回房。这半个月我真是日夜难安，草原太远，战事凶险，我每日守在王府，心里时时刻都在挂念你，让你担心了。我不求王爷百战百胜，不求威震四方，只求你每次出征都能平平安安，按时回家。王爷，醒了？您还是再找2个人伺候吧，妾身真的顶不住了。这木头又想糊弄过去。您不说话，妾身就当您默认了。这件事，妾身替您做主。王爷日日军务政务缠身，本就劳累，后院也不能只压在妾身一个人身上。这件事交给妾身安排便是。家里的事他素来稳妥，交给他确实省心。这王爷，说下黑玉山煤厂近况，蜂窝煤量产进度如何？回王爷，煤厂已经全面步入正轨，矿区开采，煤粉筛选，煤泥换核，压模成型，晾晒入库，全流水税打通，工人分工熟练，工序成熟，不存在返工浪费。目前全厂稳定产能，每日可产成品蜂窝煤5万块，存量每日叠加，损耗极低，品性达标，完全可以直接入户使用。日产5万还不够，王爷的心机到底有多高？北凉100万人口过冬，家家户户取暖做饭，日夜消耗，分担下去，勉强够30%人口基础使用。一旦寒潮突至，暴雪封城，存量根本顶不住消耗。继续扩产，速度再快，规模再大。属下明白。随本王走，去黑玉山实地查看。王爷，目前煤厂在岗工人已突破10万人规模，昼夜2班轮换，不停工，
不断产，场地还在持续扩建，模具、工具、浆糊全部加急不足。10万工人规模够了，但产能依旧跟不上需求。下一阶段，所有资源优先倾斜煤厂，全面扩产，优化流水汇，简化冗余步骤，务必在入冬之前将日产量稳定提升至10万块。日产10万，才勉勉够北凉100万百姓平稳过冬。属下遵令，拼死完成扩产任务。苏哲，你要记住，蜂窝炭不只是过冬物资，这是一门可以长久做下去的产业。煤炭储量巨大，成本极低，经久耐烧。北方诸郡冬日严寒，家家缺柴，户户畏寒。等我们北凉内部储备充足之后，直接向外倾销，把蜂窝煤卖到周边郡县、北方各州，以平价惠民，以量产牟利。王爷深谋远虑，属下不及。王爷，还有一事需向您汇报：近期北凉政策宽松，赋税减免，安居斗底，温饱有保，乱世安能。消息传遍周边郡县，大量外地流民、破产百姓、底层农户纷纷举家迁入北洋定居，几乎每日都有新流民队伍入城。属下已安排专人划分新定居点，统一登记户籍，分发土地，安置住房，全部接纳，来者不拒。北凉现在什么都缺。缺地可以开荒，缺房可以新建，缺粮可以调配，唯独人是最缺、最金贵的根基。所有新落户百姓统一安置，统一管理。属下明白。王爷，臣妾有要事想向您汇报。说。近期黑居山煤厂全速扩产，蜂窝煤产量日攀升，北凉内部过冬储备便能彻底充足，继续量产只会积压库房，浪费人工物力。蜂窝煤成本极低，耐烧使用，干净无烟。北方诸郡年年缺柴少息，士族大户取暖损耗更是极大，是一门绝对能风靡北方的刚需生意。臣妾想主动接手此事。他竟然与我不谋而合。蜂窝炭对外推广，销往北方各州郡县，打通对外商路。一来能为北凉开辟全新的长久产业，不再依靠战争缴获与零星赋税度日。三来能让北凉特产扬名北方，变相稳固王府在北凉的地位。爱妃的想法与本王不谋而合。本王今日巡查煤厂，便已经定对外销、产业化盈利的布局。既然你主动请缨，那这件差事便全权交你负责。王府上下所有资源尽数为你敞开，无需报备，无需请示。臣妾定不负王爷信任。王爷，臣妾打算借助李家的关系网，铺开这条商路。但人情归人情，生意归生意，哪怕是至亲夫妻，公私必须分明。这是合作的根基。那么，最关键的利益究竟该如何分配？今日召集诸位，只为一事：组建北凉商会。商会主营蜂窝煤，量产已成熟，缺的是销路与规矩。王妃，草民任会长。你在北凉经营多年，人脉账目皆精，会长一职非你莫属。7日之内立具章程，全员上岗，王府兜底，亏了算我的，赚了按股分。开办运输账房，今日上岗，章程第1条，货不二价，童叟无欺。王爷，商会已具大宗贸易之能，这是7日卷宗。青儿辛苦，7日成型，本王没有看错人。王爷谬赞，只是蜂窝煤要扑向北京各州，还需打通北方商路。你的意思是？臣妾亲自回京找父亲，李家渠道遍布大前，有他出面，商路必通。好，本王让青龙率队护你，3日后启程。青儿，我的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娘，女儿不孝，让您挂心了。受了，北凉苦寒，你受苦了。娘，女儿不苦，王爷待我很好。好，你父亲在书房等你，去吧。
蜂窝态量产已成熟，北凉缺的是渠道。李家出渠道人脉，北凉出矿出人，互利均分。李家享永久干股。你可知这蜂窝煤一旦铺开，意味着什么？天下取暖皆系于此，这不是生意，是命脉。女儿明白，正因如此，才要与李家共分。好，但凡大前地界有我李家一日，北凉商队畅通无阻。多谢父亲。青儿，你可知为父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？请父亲赐教。楚云手握重兵，割据一方，功高震主，这是原罪。身在皇家，身不由己，不争就是死。父亲的意思是，陛下给北凉军政独立，财政自主，你以为是放权？那是他在刻意培养接班人。陛下心中的储君人选，早已定了7、8分。女儿明白了，我不能只做深闺妇人，夫君的根基，我来替他稳固。来人，在。明日备车，我要入宫，向贵妃娘娘请安。领命。快坐坐，臣妾给母妃请安。云儿在北凉可好？听说她打了大胜仗。回母妃，王爷整敌不该南下，如今百业初兴，百姓安乐。好，这孩子终究是出息了。王爷常念母妃，主臣妾入京一定替她叩安。臣妾奉旨京向陛下请安，北凉安稳，百业初兴，请陛下放心。云儿在那边没惹什么乱子吧？王爷编立新军，修筑城防，推广蜂窝煤以济民生，北凉户口3年增了2成。哦，细说。军制、税驻、商路皆由王爷亲自主持。征军能御外敌，理政能安民生，朕对他寄予厚望。王妃回李府？不回李府，去城西刘府。婉清，你何时回京的？昨日刚到，今日特意来看你。快坐，我新得了好茶，正想着你呢。柳溪，你还是老样子，满屋书香。你也是，嫁了人，倒比从前更有气度了。柳溪，我今日来，有一事求你。你我之间说什么求？什么事儿？我要你做秦王侧妃。你说什么？与其各方势力塞女人进府搞内斗，不如我自己选最信任的人。可这是终身大事，我不逼你，你想想，3日后给我答复。让我想想。天没亮就排到结尾了，这蜂窝煤真有那么金贵？1文钱10块，比柴火便宜1半，还耐烧。别急，排成队，货到即空，下一批5000准到。给我来20块。孙儿冬天不用冻脚丫子了。秦王殿下真是活菩萨，往年这时候早有人冻毙街头了。王爷，全城4城12坊售卖点已全部覆盖，蜂窝煤足量供应。周边乡村呢？均已设点，1文钱10块串销，赤贫户另有赈济煤。今年冬天不会有人冻死。百姓无不称颂秦王恩德，街头巷尾都在给王爷立长生牌。暖冬已至，该练兵了。开春雪化，蛮军必大功报复，耶律齐不会忍这口气。主公，北凉现有兵力不足3万，分守各郡，捉襟见肘。扩军10万，10万之众，粮饷装备不强制摊派，全凭自愿，优先征召北凉本地百姓，他们守的是自家田地、父母妻儿。末将这就去布告，保管10日之内，新兵满营。
主公，各村青壮仍在涌来，大营已经扎出3里地，10万秦军可一战。婉清，一路辛苦。这位是？还给你带回了一位侧妃。你说什么？柳溪，书香柳氏之后，温婉之礼，才情品貌皆是上上之选，我已替王爷纳了。这种事你怎么不先与本王商议？王爷身边需要人照料，柳溪妹妹最合适。我这是为王爷着想。柳溪，见过王爷。心服吧，外面冷。是。李家合作已敲定，各郡商号渠道尽数打通。不做直营，控郡县核心渠道、货仓、商号、定价全握在手里，乡镇放权给地方商人，做经销商代理。轻资产、快产、快扩张，借他人之手铺全网，我们只做最值钱的那一环。你主外，开疆拓土；柳溪主内，管好王府账目后勤。柳溪妹妹初来诏，能行吗？试了便知。王府会务从今日起交柳溪妹妹全权打理。姐姐，我怕是做不好。秦王府不养花瓶，账目、人事、用度，半月内理清。柳溪领命。王爷，柳溪侧妃半天就把3年账本全理顺了，连老管制藏的大糊涂查出来了。回王妃，回王会300人，6翁部门运转成熟货通南北。北方11郡，半月内全部覆开。小人这就去办。王妃，李家管事已将拜帖递到各郡，郡守和大商人都在等。秦王威的身份比什么帖子都管用。秦王府供货，李家担保，生意稳赚不赔。货仓商号现成的，铺货即卖，风险为0。互利共赢，他们没有理由拒绝。王妃，不到半月，北方11郡全部签约，蜂窝煤5文钱10块，上市3日受控。货运不能断，加车马，马车昼夜不息，沿途灯火绵延数10里。王妃，营收3倍。知道了。王妃还有何吩咐？冬去春来，开春了，该练兵了。王爷，年夜宴席已备好，文武百官皆已入席。辛苦你了，柳溪。府中舒适，井井有条。能为王爷分忧，是妾身的本分。诸位，这杯酒敬战死的弟兄，敬在座诸位，敬北凉万民。敬王爷！来年，本王带你们打出一个太平北凉。主公，10万秦军整编完毕。好。丁，主线任务封狼立玉，率军攻入北蛮腹地，踏平狼神祭坛，于圣山之巅立战功碑刻秦王之名。本王接了。主公，您要亲率2000铁骑深入草原，孤军深入千里，这是兵家大忌。未必。其一，时机。开春蛮军主力南下，王庭空虚。其二，兵力2000精锐，1人双马，轻甲全速突进，千里奔袭，2道一断便是死路。本王自有办法，无需2道。你率8万主力死守镇百城，拖住蛮军，本王趁虚直捣王庭，打完即撤。主公，末将守得住城，可您身边只有2000人。霍去病800骑风狼勋系，本王2000铁骑为何不能？末将遵令，诚在人在。黑风谷封锁，2000铁骑特训大漠夜行，荒野变相。20探豪乔装胡商潜入草原，绘制王庭至狼居山全图。末将这就去办。王爷回来了，
菜一直热着呢。今晚不谈军务，陪你们吃饭。王爷，您眼底有东西。吃饭，等本王回来，天天陪你们。隐忍了一冬，今日孤要誓师，传孤号令，整合5大部落，集结30万铁骑。大王，末将请为先锋。半月之后，拔营南下，踏平镇崩城，屠尽北凉百姓，取楚云头颅，继我狼居富山。30万铁骑，踏平北凉。主公，1日8道加急，耶律齐集结30万大军，半月后南下。知道了。主公，末将请战。张听听令，率8万主力即刻开赴镇北城，加固城防，死守不退。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拖住30万蛮军，越久越好。末将遵命，诚在人在。蛮军出兵之日，便是我铁骑杀入蛮地之时。将军，城防加固完毕，滚木掠石，弓弩箭矢全部到位。粮草堆积如山，够8万大军坚守半年。弟兄们，蛮军30万南下，咱秦军8万，守不守得住？守得住！诚在人在，寸土不让。千里奔袭，直捣王庭，进则生，退则死。2000人，端了耶律齐的老巢，怕不怕？不怕！出发！王爷，妾身等您回来。去年严冬，数万青壮战死，牛羊被夺，我族老弱妇孺冻死大半。寒冬已尽，冰雪消融，本王隐忍蛰伏一整个冬天，养兵马，聚粮草，如今天时已到。楚云杀我族人，毁我部落，夺我牛羊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此番南下，本王要踏踏平北凉全境，取下楚云人楼，带回狼居西山，祭我死去数万族人亡灵。斩杀楚云，祭奠族人。大王，我族兵马休整完毕，战马膘肥，军械齐备。末将愿为先锋阵，攻破边关，斩尽北凉守军。传本王王令，整合北蛮5大部落，全境集结兵马，抽调精锐骑兵、部族步兵，附庸部落联军，凑齐主力30万大军，休整筹备半月。半月之后，全军拔营，直扑北凉关外防线，屠尽北凉。遵大王令，覆灭北凉。楚云，你手下多是新兵，本王30万雄兵碾压，你必死。北蛮大王耶律齐整合各大部落，举国旗征兵，整编主力30万，军械粮草草备，定半月之后全军南下，主攻北凉关外镇北城防线，目标全歼秦军，攻占北凉城。隐忍一冬，倾尽国力来犯。传令全军，8万秦军主力即刻拔营，开赴北疆镇北城驻防。末将遵令，即刻调全军，分批开拔镇北城。主力抵达镇北城之后，3件事：第一，加固城墙垛口，修补城门防御，布设巨马、陷坑、弓弩阵，完善关外防御工事；第二，运付粮草、箭矢、军械，全数运往镇北城粮仓库房，保障主力持久弹补给；第三，全员不离校场，加大对抗演练，新兵依托老兵分组作战，磨合团战配合，稳住军心，死守城关即可。你的任务只有死守。末将明白，定会死守镇板城，拖住蛮军主力，绝不放一兵一卒蛮军入关。2000骑兵即刻一营，去往西侧黑风谷隐蔽驻扎。属下遵令。蛮军出兵之日，便是我铁骑杀入蛮地时。春分至，冰雪融，蛰伏一冬的群狼闻到了血腥味儿。30大军收拢合一，楚云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镇北城已成一座绞肉的钢铁熔炉。熬了一冬，这群北蛮狗总算动了。
往年入冬，蛮兵就入关烧村抢粮，杀了咱们多少乡亲？这一次，大军驻守镇北，城防修筑的固固若金汤，敌军胆敢来犯，定然无功而返。城外壕沟层层环绕，城头守备器械充足，即便敌军人数众多，也绝难逾越我镇北防线半步。以前边关兵力薄弱，守得艰难。如今咱们秦军兵强马壮，粮草充足，训练整冬，正好借着这一战，狠狠收拾这群蛮贼。往年蛮兵入关，老弱百姓逃都没地方逃，今年不一样，有王爷坐镇，有全军弟兄并肩，定要守住城关，打通北蛮。让他们再也不敢南下劫乱。放心，张军亲自坐镇城内指挥，军纪严明，补给不断，咱们耗得起，拼得起，就让这群蛮狗撞碎在镇北城城墙下。北蛮的子民，去年秋冬一战，秦王楚云杀我族人数万，烧我草场，夺我牛羊，冬日苦寒，族中老弱孩童冻饿惨死无数，这笔血债刻在每一个北蛮人的骨血里。今日出师，全军南下，踏平镇不城，攻破北凉城，杀光秦军兵卒，劫掠城治粮草，夺北凉女子牲畜，不足不足所。采下楚云守旧，带回狼居胥山祭天。此战不破北凉，誓不回草原；不破北凉，誓不回营。斩杀在血场。全军听令，南下，目标镇东城。北蛮主力倾巢南下，时机到了。边关狼烟起，北蛮大军南下入侵，本王要动身前往边关前线，带兵抵御蛮军，守住北凉坑关。前线四大凶险，万事谨慎。王府内务商会商事，由我和希儿守住。王爷安心御敌，务必保全自身，平安归来。王爷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不用事事逞强，一定要保重身体。我们在王府等您平安回来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必会平安归来。等蛮军主力被钉死在镇詹城，便是我孤军深入，直捣王庭之时。此行凶险，绝不能让他们知晓。下！属下骆勇参见王爷。全军筹备何？回王爷，2000铁骑，全员整装完毕，1人双马，军械、箭矢、干粮、淡水足粮配齐。出关密道，草原水源，绕行点位，全员熟记于心。全军随时可以动身，等候王爷下令。诸位将士，此刻北蛮30万主力尽数南下镇长城。今日本王带你们出山，绕行荒山密道，直入大草原腹地。此行目标，北蛮王庭，全速突进，端掉蛮王巢穴，登临狼居胥圣山。此战封狼居胥，为北凉死去百姓、边关死去弟兄报仇雪恨。追随王爷，踏平王庭。全军听令，即刻出发，目标北蛮王庭，出发。30万蛮军压境，镇北城能守得住吗？看着声势吓人，扑得漫山遍野，说到底就是一群部落凑起来的乌合之众。镇北城墙加厚3蠢，外墙浇筑碎石夯土，坚硬无比。城外连环陷坑，铁刺一应俱全。这群蛮贼野战凶悍，不善攻坚，不可轻敌。重点护住城头弓弩兵。派人上前喊话劝降，告知城内守军，
开城门投降，归顺北蛮，全城百姓、士卒可留性命。若是负隅顽抗，攻破城门之日，全城人畜格杀勿断，鸡犬不留。城上秦军听着，我家大王有令，即刻开城投降，归顺北蛮，饶全城性命。拒不投降，破城之后屠尽全城，老少不留。放箭，驱赶回去去！全军听令，首轮攻城，先锋步兵加以攻梯列阵，全力压制城头守军。反击！放箭！第二轮攻城，调集2万弓箭手，全员压前，不计箭矢损耗，全力覆盖城头，封死秦军所有射击点位。住，死也要顶住！啊！关外血战，2日2夜未曾停歇。日出至星夜，2日5、6轮猛攻，尸骸铺满荒原，却未能踏上城头半步。大汗，伤亡上万，将士疲惫。恳请暂缓攻城，休整兵马呀！废物，全是废物！我30万大军攻不破1座城关！一群酒囊饭袋！出征前我扬言旬日踏平北凉，如今寸步难进，再耗下去，军心必大乱。蛮贼近战一般，唯独弓箭太过难缠。他们不用近身搏杀，站在远射箭就能耗死我们弟兄。2日下来，弟兄大多是箭伤。军医药消耗极快，轻伤带伤值守，重伤只能后撤城内休养。全力救治受伤弟兄。蛮军久攻不下，定会继续强攻。接下来的战局会更加艰难。遵命，将军。王庭必须全速突击。首领，南方来日骑兵黑衣黑甲，人数上千，闯入我部落草场。区上千大前骑兵敢闯我吃了不地界！来人，召集本部骑兵，全员上马，斩杀来人，抢夺战马军械，不留活口。大前骑兵敢深入大草原，找死！全军列阵，迎敌。得令，追行阵，变！
扑，包围他们！靠，这是人吗？一拳把人打飞，怎么会这么强？快跑，打不过，这根本没法打！杀穿他们！稳住阵型，不许跑！王爷，前路全部被封，周边7个部落结盟哈维，44000蛮骑封锁道路，无法绕路突进。前行奇袭落空了吗？变更战术，一路冲杀，一路平推，杀到王庭脚下。遵令。这人根本不是人，一拳直接打爆身躯，怎么打得过？出墙连影子都看不见，躲都躲不开。这人就是人形凶手，太凶残了。报紧急军情！南部草原闯入北凉骑兵一支，兵力仅2000人，带队之人正是秦王楚云。骑兵一路北上，连破7个部落，屠戮部族轻壮数万，如今全速行军，直奔我王庭而来。花天下之大计啊！据2000千骑兵孤军踏入大草原腹地，秦王这是疯了不成？敢直扑我北蛮王庭？我北蛮千里草原，部落密布，兵马遍地，2000骑兵敢奔袭王庭，简直是自投罗网。我还以为秦王多有谋略，如今看来不过是狂妄自大之辈，放着安稳坑关不守，妄图直捣虎龙，偷我北蛮老巢，简直痴心妄想。不自量力，自取灭亡！找死，纯粹找死！不够草原各路塞牙缝。楚云狂妄，目中无我北蛮。既然他敢送上门，那就成全他。传令王庭方圆100里部落，调集各部留守骑兵，整合兵力，歼灭北洋骑兵，生擒楚云，押往狼居西山，当众祭秦。遵令。今日10万大军围剿，你这孤军还能往哪儿逃？王爷运筹帷幄，四方哈围，滴水不漏。秦军区区疲兵，插翅难逃。王爷若是生擒秦王楚云，大王定会大喜。归来之后，必定重赏王爷，加封部族封地。本王听闻秦王楚云勇武过人，坊间传他100人难敌，近身搏杀，所向披靡。哼，100人敌而已。我麾下10万将士，前仆后继，轮番上阵。他杀100人，还有1000人；杀1000人，还有10000人。血肉之躯，总有力极之时。单耗都能活活耗死他。楚云敢孤身犯险，那就成全他。此地草原就是他葬身之所。全军听令，全速进军，剿灭秦骑兵。连日血战。200多弟兄留在了这片草滩上。报王爷，前方10里发现蛮族大军，乌龟10万蛮骑。诸位将士，10万蛮兵，人数100倍于我，你们怕不怕？不惧，追随王爷，死战不退。杀伐的阴冷盛宴开始了。好，既然无惧生死，那便随本王正面迎战，杀穿10万蛮骑，直捣王庭，杀穿蛮军，追随王爷。就这么点人也敢摆开阵势？末将请战！属下带1万本部骑兵先行出击，试探此人虚实，看看外界传言到底几分真假。什么肉身非人，以1敌100，
老子1万骑骑瞬间就能把你们踩成肉泥。准许。末将遵令。本部1万骑兵随我冲锋，全军冲锋！受死吧！这还是人吗？随手一枪劈碎大刀，震飞大将7、8米，这力量根本违背常理。外界传言不假，他就是变态怪物。上！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一枪碎大刀，一枪震飞大将7、8米，人力怎么可能做到这种地步？难怪沿途部落全被覆灭，太变态了！慌什么？怕什么？对方只剩1000残骑，我手握10万大军，人海堆都能堆死他们。不过1人勇武而已，能杀多少人？传本王呼令，第2批万人骑兵即刻冲锋，开启车轮战，不计伤亡，不计代价，不惜一切，必杀楚云，确确守进。全军迎敌！2翼骑兵合围，隔断秦军主力，拦住敌人骑兵，抽调1000人精锐，全员围杀楚云，杀掉此人，此战必胜。往前是死，后退也是死，都给我上！他只是血肉之躯，一定会力竭。围上去，耗死他！一群蝼蚁，聒噪！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根本不是人，是下界来的魔鬼，是草原宰杀。不过1人而已，我不信，不信他体力无穷无尽，永远杀不死。全军听令，全军出击！所有弓箭手上前，全员拉弓，远程激活楚云。各部骑兵全线压上，车轮不休，人海围杀。今日不管死多少人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必须斩杀楚云。此人不死，北蛮永无宁日。今日就算拼光精锐，也要将此人彻底击溃。目标中军帅旗，斩杀蛮军主帅，全军随我冲！亲兵，王族亲兵，全部上前挡住他，绝不能让他靠近帅旗半步。挡我者死！猎物锁定，拦住他！全都给本王上去拦住！亲兵顶上去，死也要挡住他！王爷，挡不住了，彻底挡不住！他目标直指您，就是斩杀主帅的。王爷快走，速速撤离战场！我等亲兵全员断后，拼死拖住他片刻。您必须赶紧离开，大王还在前线，后方不能无主。请王爷为大局着想，赶紧走！留在此地，必死无疑。留得性命，才有翻盘锄地。撤，立刻走！夺旗斩旗，胜过斩杀10员蛮将。蛮
蛮军全线溃逃，要不要追击？全军停止追击，原地收拢阵营，就地驻扎休整。半日后，全军开拔，杀向北蛮王营。召集所有王族长老，即刻大典议事，即是天大吉事！前线大败，10万大军全线溃败。不可能，绝无可能！我方10万精锐，对方不过2000孤军，兵力相差50倍，怎么会溃败？不过区区1000余骑兵，怎么破10万军阵？王爷，您是不是搞错战况了？是真的，不是士卒不敌，是楚云一人无敌，1000人围杀不死，万军拦不住路，一枪斩断中军帅旗。此人战力非人所能抗衡。他休整完毕后，必会领兵直奔王庭而来，沿途无人能挡，很快就会兵临城下，当下唯一活路，撤离王庭。10万王庭大军，这怎么可能？是不是溃兵造谣？我们北蛮铁骑纵横北疆，怎么会输得这么离谱？这根本不是凡人，变态了，完全打破常理。大王在边关攻城，腹地兵力全没了，王庭守不住了。若王庭陷落，耶律齐回来，我岂有生机？若是城破，我王族血脉难道要被他屠戮殆尽？第一，调动城内所有马车、驼队、粮草物资。王族嫡系族人、王族妇幼、长老家劝属，即刻收拾细软，由亲卫护送，先行撤离王庭，去往北方部落避难。第二，收拢回城溃兵，城内留守轻壮，整编4万士兵，加固王庭城墙，搬运滚木落石，布防城门，依托王庭高墙死守。能守住就守住王庭，守不住我再弃城撤离。楚云此人战力无解，但王庭不能不守。转移王族是留后路。王爷，不必多虑，秦军就1000多骑兵，人马有限。王城有城墙，居高临下，地利在我们这边。楚云再强，也只是肉身勇我。他能平地破万军，难不成还能飞上5米城墙？没错，城头弓箭滚木，火油全部备足，死守城门即可。北蛮的勇士们，城外之人是入侵我、屠戮我族人的外敌。丢了王城，我们部族勇士抬不起头，拿起兵力，死守王庭，战！困兽之斗。王爷，属下有一言，恳请王爷三思。讲。我方仅剩1370余骑，连日血战，士卒疲惫，战马劳损大半。城内留守蛮兵数万有余，依托城墙死守。我们长途奔袭，轻装赶路，未携带任何攻城器械。无云梯，无壮木，无攻城石锤，连简易攻坚工具都没有。仅凭骑兵冲锋，根本没法翻越城墙，攻入城内。以属下之见，放弃攻打王庭，调转队伍，直接杀向狼居宿神山。此行初衷，本就是封狼居宿，震慑北蛮全境。只要登顶神山，祭其立威，此战大功一成，没必要硬攻京城，徒增伤亡。 700属性3吨蛮力，今日正好试试极限。你们等着，无需将士冲锋，无需攻城器械，本王一人轰碎城门，破开这座王城。单人破城，徒手轰城门，这怎么可能？属下静待王爷破城。
你们看，他孤身往前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看不懂。放着大军不动，自己一个人上前，脑子坏了。难不成他想骑马冲上5米城墙，简直异想天开？我看他是打胜仗打飘了，分不清平地和城墙的区别。平地能杀万人，城墙之上弓箭无眼，那就是活靶子。一人攻城，从古至今闻所未闻。这人怕不是个愣头青。听说秦王勇猛无敌，看看就是蠢货一个。楚云，你孤身靠前，意欲何为？莫非知攻城无望，前来投降？你若即刻下马，跪地俯首投降，本王可以书信边关，禀报大王，饶你一条性命。别痴心妄想攻破王庭，你麾下就1000骑兵，就算全员战死，填在城墙之下，也踏不进王城半步。趁早认命，投求生。耶律烈，本王给你最后机会，即刻下令开城，率众投降归顺，本王可饶你王族亲兵性命。如若不然，片刻之后，本王破城而入，必亲手斩你于城头。狂妄自大！本王坐镇城头，坐拥数万将士，高墙虽在手，地利在我。你有本事就自己攻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破开这王庭城门！攻进来！有本事攻进来！放箭！快放箭！全员放箭！投石砸他，滚木落下去！不惜一切射死此人，拦住他，绝不能让他靠近城门。疯了，这不是人！破！王爷，城门碎了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这尊杀神进来了！王爷快走，留得性命要紧！全员进谏，堵住城门！所有人持刀上前，联手斩杀敌人，拼死杀了他！王爷威武！王爷侠气霸气，举世无敌！逃者斩，退者死！杀！拦住他！找死！打不了，根本打不了！他是杀神，他是杀神下凡，我们拿命填都没用。一人破一城，一人屠一军，王爷是神吗？这就是绝对力量的快感。管你万军守城，管你高墙坚门，我一枪可破城，一拳可碎敌，谁等谁死，谁拦谁亡。这碾压的爽感，真的太爽了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不走！我要死守王庭！王庭是我北蛮根基，我身为留守主帅，岂能弃城而逃？王爷，别挣扎了，让我回去！我要跟楚云拼了！我亲手斩了这魔头，大不了一死。王城已破，城门尽碎，军心崩了，保住性命，日后才能报仇雪恨。现在留下来，只有白白送死，不值得。怯懦，伪战！你们这是陷我于不义！干得好！这样一来，不是我弃城怯战，是部下誓死护主，忠义、名声、退路全保住了。传令全军，点火焚毁王庭。百年鲁朝，今日化作飞灰。全军听令，目标狼居西山。弃马，
登山，我们要以最挺拔的姿态登顶圣山。我率孤军千骑，横穿万里草原，破蛮10万，赴北蛮王庭，分100年鲁朝。今日登顶狼居岁，祭天地封山河。齐王威武，万古无双。大前秦王楚云，率秦军铁骑越万里荒原，溃蛮骑，斩尽精锐，破王庭，焚鲁都，复蛮族根基。此战之功，非我一人，是诸位将士浴血相随，死战不退。今日石碑留我名，来日史书必记尔等忠勇。追随王爷，至死无悔。恭喜宿主，奖励梯精良明光甲10万套。我操，这奖励太爽了！10万套明光铠，足以武装一支碾压当世的重步兵，同等兵力，无敌近战。神血宝马1万匹，这几样军备随便拿出1样，都是改变战局的重宝。专属战略道具10里实时地图。上帝视角，这简直颠覆了所有的战场规则。谁埋伏，谁偷袭，有了它，敌军的算计全部透明。我的指挥将精准拿捏战局。1000余骑兵深入万里大草原，缺水少粮，不用围剿，风沙就能拖死他们。浮云不自量力，逞匹夫之勇，不用管他，猛攻镇北城。大王，兵卒部落尽灭，围剿兵马全军覆没，楚云兵锋直指王庭。楚云这根本不是送死，他是釜底抽薪，直击要害。一旦王庭失守，我们就算攻破镇北城，也是得不偿失。撤！全军回撤！蛮军后方出事了，绝对是王爷奇袭腹地，打乱了他们的部署。开城门，全军出城列阵。蛮军仓促撤军，军心不稳，辎重拖累，正是绝佳战机。不许北蛮主力安然撤退，拖住他们，咬死他们！所有重型装备，多余行囊，全员轻装赶路，日夜兼程，全速回援王庭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右眼为何跳得如此剧烈？急报，大王！急报！何事？大王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耶律烈王爷统领的大军全线溃败。不可能！10万切骑，10万精锐，就算10万头猪，让他杀也能杀上3天3夜。区区1000余秦军骑兵，怎么能击溃我10万大军？离谱，太离谱了！1000人破10万，从古至今。从未有过这种仗，根本不是士兵在打仗。那只秦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那个楚云到底是人是鬼？楚云，本王必杀你，扒你皮，抽你筋，碎你尸骨！全军听令，从速急行军，一刻不停歇，赶父王围剿楚云。生前此要全歼所有秦军骑兵，本王要将其碎尸万段，祭奠我战死的族人。没了，我大蛮100年的根基，
全然没了。大王，大事不好！狼居香圣山被楚云登顶了。他在圣山之巅立碑刻字，铭刻战功，昭告北疆。他以我蛮族千年圣山祭天丰功，压我北蛮气运，辱我全族颜面。那是圣山，那是王族才能赢的图腾。快看，在那儿！所有的流血牺牲，在这一刻，全部值得。欢迎英雄回家，恭迎王爷凯旋归来。回来了，他终于回来了。这几日，我夜夜不敢合眼，总怕等来的是最坏的消息。2000人闯蛮境，换谁来看，都是必死的局。也就只有王爷敢打，也能赢。两位娘娘，王爷实在太厉害了！奴婢从军报里听完所有战事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孤军深入万里荒原，没有补给，没有援兵，以2000人硬压10万蛮军，从古至今哪有这样打仗的将军？哪有这样厉害的王爷？旁人九死一生的绝境，王爷硬生生打成了绝世大胜，这哪里是战神，根本就是下凡的神仙！之前全城人人揪心，人人担忧，谁都以为这次凶险万分，谁也想到，王爷竟然真的踏平蛮庭，凯旋而归。王爷，您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无恙平安，让你们担心了。你胆子太大了，那是整片草原数十万蛮人。若是输了，若是困，我们……恭迎王爷凯旋，秦王凯旋，秦王威武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2000骑兵深入草原腹地，那不叫奇袭，叫自投罗网。1000人怎么可能攻破王庭？简直是天方夜谭！夸大其词也没有这么离谱的。刻意夸大，怕是击溃了小谷部落，故意吹成覆灭王庭。风狼孙熙，那是蛮族1000年圣帆，岂是轻易能登？太过荒唐！是真的，全部是真的。这哪里是战将？真的做到了，这是天降神将，震我大前北疆！一定北疆，万古风狼蹄，大前第一战神，秦王！北疆大捷，秦王破10万蛮军，踏平北蛮王庭，封狼休！我的天，这是真的！2000人打崩10万铁骑，那可是称霸草原100年的北蛮呀！封狼逆训，古来多少名将求而不得，秦王一战一成，大前第一战神，秦王当之无愧，实至名归。如今朝中6部已有3部暗中倒向我们。殿下，北疆加急战报，秦王殿下他2000对10万，焚王庭，登圣山，封狼居西，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拼全力取得的这些微末功绩，在他面前简直渺小如蝼蚁。来，你烧草吧。不对劲，老六怎么可能这么……我数年苦心经营文治，自认政绩回入，他一场仗直接盖过我所有功绩，100倍1000倍呢！只要我在这军中树立威望，这大前的兵权迟早是我的。封狼住，我费尽心思钻营的这点军中人望，全成了笑话。我如此勤恳务实，父皇定能看到我的苦心。2000轻骑破10万，焚王庭，封狼居。我日夜操劳数年，只换来一句尚可。他远赴北凉数月，一场仗直接封神。武殿下长袖善舞，这未来的楚必定不可限量。大捷，北疆惊天大捷，秦王殿下封狼居休了。绝对的盖世功绩面前，我这些引以为傲的人脉、算计，简直不堪一击。大前第一战神，秦王威武！陛下，北方600里加急，绝世大捷！
快说！秦殿下亲率2000轻骑横穿万里草原，焚毁蛮王庭，登顶狼居寺圣山，刻石丰功。2000骑兵横穿草原，烧王庭，登圣山，封狼立虚。再说一遍，消息夸诈，可有谎报？陛下千真万确，此战详情经传遍整个北方。秦王殿下剑走偏锋，以2000孤军直捣黄龙，一锅端了北蛮的老巢。大前历朝几百年，历代帝王倾尽一生，只求稳住北疆，从无一人敢想能踏平蛮人王庭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朕的儿子太有出息了。朕竟有如此麒麟儿！传朕即整理此战全功，印发天下各州府，张贴告示，昭告万民。朕之子楚云率孤军2000大破蛮军，焚毁胡庭，封狼一苏，扬我大前国威，学我100年鞭笞。奴才遵旨。你圣旨，快马加急送往北凉，召秦王楚云即刻回诸。此战旷世奇功，朕要当庭嘉奖，重赏厚赐。是。等等。你即刻去后宫传信李妃，告知贵妃，今日午间朕去她宫中用膳，备好酒菜，无需铺张，随心即可。奴才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朕在位半生，夜夜忧心北蛮祸乱，今日是朕帝王生涯最荣煌的一天，老六给朕挣足了脸面。娘娘，大喜，天大的喜事儿！何事慌张？备有传来了6笔加急，秦王殿下立盖世奇功，2000轻骑深入万里草原，焚毁北蛮王庭，登顶狼居寺圣山，刻石丰功。此事当真准确无误。娘娘，千真万确，战报入皇城，绝无虚假，是真真切切的千古奇功。踏平王庭，动武将穷一生及一生做不到的事，我的儿子做到了，太给我长脸了。恭喜贵妃娘娘，殿下立不世之功，娘娘福泽深厚。从今往后，威震天下，娘中无双。好，今日大喜。河宫上下人人有赏，各取月例双倍。内侍宫女尽数赐银。谢娘娘赏赐。云儿一战称神，大势陪着我站上高处。如今这后宫想安稳度日，就必须稳住这份荣光。娘娘，总管高公公传陛下口谕，陛下今日午间驾临长乐宫用膳，请娘娘早做准备。传我吩咐，即刻通传御膳房，精选新鲜食材。被陛下御用午膳，荤素搭配，精致妥当。厉紫薇，你安分守己了10几年，偏偏生出了这么一个逆天的儿子。往日围着坤宁宫巴结奉承的人，如今全跑去长乐宫摇尾乞怜了。一群剑锋使给我的贱骨头！我的熊儿战尽敌场，费尽心血积攒政绩。凭什么比不过他一场边关大捷？云霓真是可笑，楚云立旷世奇功又如何？封狼奇心又如何？这朝堂后宫从来不是一战定输赢，锋芒太露，功高震主，从来都是皇家大忌。越是耀眼，越是遭人猜忌。盛极必衰，物极必反。想凭这点资本踩下本宫的中宫正统，做梦！我不会认输的，走着瞧。紫薇，你真是给朕生了一个好儿子，朕做梦都想不到，云儿能在北疆打出这般天地。陛下圣明，都是陛下教导有方，皇恩庇佑。云儿不过是尽一份皇子本分，守一方国门而已。哈哈哈！你就不用恭维朕了，朕心里清楚。以前，朕对老六确实冷淡了些。如今极致热路，大家恩宠。大半都是帝王权衡算计罢了。如今的大前朝且浮动，战火蔓延，根基摇摇欲坠。云儿这一战稳住了军心民心，更是震慑了那些暗自观望的世家豪强。紫薇，朕召云儿回京，不只是为封赏，朕另有大用。国内叛军肆虐，但云儿麾下的秦军是能正面延绥蛮齐的硬军。国内那些乌合之众更不堪一击。朕打算任命楚云为天下平叛大将军，率秦军入关，横扫各地叛乱。朕要让天下所有藩镇、豪强亲眼看看秦军的铁血战力，让他们不敢背叛楚家王朝。紫薇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你性子恬淡，从未为李家求过私利，朕心里都清楚。从今以后，朕多来陪你。你的娘家李家
若有人才有需要，你尽管开口，朕可以破例提拔。你有任何诉求藏着，尽管告诉朕。所有的恩宠、提拔外戚，根源全在云儿身上，是云儿打出的万古战绩。臣妾替李家谢陛下隆恩。伏姑起来！姑当初率主力出征，临走之前，姑怎么交代你的？姑将整个王庭尽数托付于你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10万守军被2000秦军击溃，打散全歼。固若金汤的王庭被人一把大火烧成焦土废墟。我北蛮1000年圣山狼居心被楚云登顶祭天，刻碑辱我全族，斩断我蛮族气运，踏碎我王族颜面。你告诉姑，这般奇耻大辱，你让姑如何向万千部族子民交代？你葬送我北蛮100年基业，毁我鄙国根基，你是不是该死啊？臣该死，是臣弟无能，是臣弟轻敌，辱没王族荣光，臣弟罪该万死，请大王降罪。若非你是姑的亲弟，若非诸位长老苦苦求情，今日姑定一刀劈了你，祭奠战死族人。看你这畏畏缩缩的样子，姑看着就满心戾气，还跪着干什么？滚起来站好！是，臣弟遵命。诸位长老都看清了，我北蛮今日所受的是1000年未有之奇耻大辱，王城焚毁，圣山被踏，此仇不共戴天，绝不能这么算了。楚云毁我基业，辱我族群，姑必报此仇。大王，自然要报，但眼下局势容不得我们冲动。如今楚云功高震主，声望压过所有皇子，兵权在手，铁军在望。这般滔天权势，这般无双声望，任何一位帝王都会心生危机感，猜忌之心必然生根发芽，一丝疑虑便可无限放大，最终变成杀心。事在人为，没有绝对和睦的君臣，没有永不生息的父子。我们动用京城所有潜伏暗线、内用、探子，联动大前不满楚云的皇子派系、世家势力，多方造势，层层挑拨，必然能让前帝对楚云痛下杀手。好，就依你之计，转为离间布局，动用所有京城暗线，挑拨弟子反目，离间君臣离心。姑要看着楚云名声尽毁，众叛亲离。张斌，末将在。新到的军备全数分配全军，10万套明光铠立刻更替配发，按主力精锐、边境手足、众将步弓的顺序依次发放。淘汰所有老旧皮甲，全军统一装配明光甲。1万匹汗血宝马，优先配比铁骑营、冲锋营、颤行轻骑营，替换所有老弱战马，组建专属万人精骑核心突击力量。2万具秦弩，分发各营弩兵，统一集训、统一操练、统一战法，组建专职远程弩阵部队。两军对垒，先弩阵覆盖压制。破敌阵型，杀敌先锋，毁敌旗阵。秦弩破甲墙，射程换远，这绝对是草原骑兵的噩梦大杀器。这一次，本王要彻底征服北疆草原，打散所有蛮族部落，打趴所有草原势力，让北蛮100年内再无崛起作乱的资本。末将遵令，1周之内必定完成全军换配配发，严抓操练，磨合之战法，整军备战。随时听从王爷调遣，2渡北伐，扫尽草原蛮族，彻底征服大草原。京城天使至，圣旨驾到，秦王接旨。北疆大捷的战报才传回多久？父皇的反应？
竟如此之快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秦王楚云戍守北鞅，勇冠三军，率孤军深入漠北，焚毁王庭。封狼慈勋，扬武威，学百年鞭笞，恭敬惶惶，镇受古今。唐嘉奖后赐酬功，钦此。秦王殿下，陛下龙心大悦，对殿下此战功绩赞不绝口，特意加急传诏，请殿下早日返京。这般急切召我回京，看来不只是简单的赏赐。家长，臣接旨。方才京城传旨，父皇召我即刻返回京城。此番回京，另有重赏加封，你们随本王一同回京。好，我们随王爷一同回去。一切听王爷安排。好，明日一早启程返京。殿下到了。云儿，一路归途舟车劳顿，辛苦了。儿臣不辛苦，为国戍边，本分而已。你在北疆所作所为，朕尽数看在眼里。孤军深入，横扫蛮庭，封狼击虚，扬我大前数百年未有之国威，此等功绩前无古人。父皇谬赞，侥幸圣之。北凉交由你治理，如今局势如何？民生、开垦、驻军，尽数与朕说说。回父皇，经过整治，北凉全剧已彻底步入正轨，战乱流民尽数归乡。全剧推行开荒垦田，来年粮草可自给自足，无需朝廷调拨接济。北疆残蛮虽遭重创，但草原广袤，儿臣已完成全军军械换代，战力升级。下一步，整军备战，2次北伐，彻底将蛮族打怕，征服北蛮全境，永绝北方边患，让大前北疆100年无战事。好，好，有志气。云儿，你只管放手去做。陛下有旨。秦王楚云封狼之虚，治军安民皆有旷世之才，朕思之爱三，唯他可平定内乱。今日下旨，册封秦王楚云为天下剿匪大元帅，各郡兵马皆听调遣。赐天子剑，在外可行先斩后奏之权，敢有阻挠军务者，就地处置。你们都忌惮楚云兵权过重，无妨，朕从不强人所难。朝堂之中，谁能扫平叛匪，朕一样赐他天子剑，赐先斩后奏之权。先前秦王封狼之虚，已经是万古难寻的功绩。你们听清没？陛下封秦王做天下剿匪大元帅，还赐了天子剑，掌先斩后奏的大权。我的个乖乖，这也太猛了！天子剑在手，全国兵马任他调动。如今又手握平军权，持天子剑节制天下官吏，这是实打实一步登天。有秦王领兵剿匪，各郡作乱的叛贼好日子到头了，咱们老百姓总算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。这般人物天纵奇才，陛下重用他是咱们大前的福气。前朝那些领兵王爷，最多只能镇守一方边关，管不了内地郡县，更别提什么先斩后奏。放眼千年连朝历代，独一份的殊荣，离谱到家了。这足以看得清清楚楚，陛下心里有多信任，多看重秦王殿下。万万想不到，陛下竟舍得给出这么大的权柄。剿匪大元帅，外加天子剑，先斩后奏，这份恩赐已经超出所有朝臣的想象。从前我们还暗中观望，猜测几位皇子争夺储位，如今一看，根本没得比。秦王如今权势滔天，朝堂地位直接再升一大，文武百官没人能斥衡。往后万万不能得罪秦王，手握举国兵权，还有天子剑在手，各郡府官员都要敬他3分。咱们商行往来各地，必须提前备好厚礼，登门示好。天
天下剿匪大元帅天子剑先斩后奏，这般权柄，父皇竟然尽数给他。我筹谋多年，拉拢大半文官集团，又有母后中宫撑腰，可如今拿什么和他争？我们费心钻营朝堂权谋，拉拢世家，收买言官，算计数年，到头来，不如老六一场胜仗，一道圣旨。人家手握兵权，持天子剑，父皇全然放权，我们再怎么折都是徒劳。秦军战力冠击天下，军中人心只会越发偏向他。我积攒的人脉不值一提，还争什么储位？我们所有人加起来，都比不上如今的老六。父皇把能给的最高权柄全都送他手上，胜负早就定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册封秦王楚云为天下剿匪大元帅，赐天子剑，掌先斩后奏之权，统筹侯各州平莽军务。殿下大喜，陛下这般恩赏，古往今来罕至极。日后平定内乱，殿下定能再建不世之功。恭喜王爷，荣封剿匪大元帅，得赐天子剑。如今王爷手握举国平叛兵权，还有先斩后奏的大权，天下无人能及。北疆一战风狼吉凶，如今有领帅长天子王爷，当真举世无双。来人，传侍卫长前来见我。即刻快马传信返回北凉大营，抽调1万精锐铁骑，整理军械粮草，全速南下入京待命，不得延误半分。属下遵令，属下这就安排加急信使出发。王爷也太厉害了，天下剿匪元帅，还有陛下亲赐的天子剑，能先斩后奏。放眼整个大前，哪一位亲王，哪一位大臣能有这般权势？从前旁人都说诸位皇子争储，可如今瞧瞧王爷，战功在手，圣宠无双，手握重兵，还有天子剑傍身，根本没人能和王爷相比，实在太威武了。少在这里拍我的马屁！你们2人立刻去库房清点，备下2份厚重隆重的登门礼品，砧丸、绸缎、滋补药材尽数配齐，规格要做到京中顶尖体面。明日一早，我要亲自登门拜访李府、柳府2位岳丈。是王爷，奴婢这就去库房仔细置办，绝不会失了王爷体面。当初殿下赴北凉，9死1生，我为保前程，犹豫了，没敢站队。谁能料到，被判死刑的秦王竟能逆势翻盘，立千古第1战功。一念之差，险些万夫负。统领，我们真的要现在登门？属下心里没底。心里，当初满朝观望，我们也是冷眼旁观。如今殿下势大滔天，迟来投靠，殿下真的愿意见我们吗？不用慌，你我多虑了。我们从前虽未主动站队，对弈宋子派系，但也从未站在对立皇子派系，从未落井下石。更关键的是，北疆血战，你我是实打实跟着殿下并肩战斗过的，有这层袍油情分在，殿下开阔，胸襟不会计较我们当初观望迟疑的小事。秦王殿下乾隆升天，从今往后，我王虎站队秦王。属下听统领的，今日登门，誓死追随殿下。禁军统领王东专程登门求见秦王殿下，有要事面禀。2位将军稍后，容卑职通报。王虎、马东，手握帝都未数10券的人，嗅觉果然最灵敏。大势已定，如今登门，无非是迟来的投诚。让他们进来。
末江湖，末将马东拜见秦王殿下。王统领，恭喜啊！听闻你战后擢升总领九门访务，身居要职，可喜可贺。多谢殿下挂念。今日二位联袂登门，不知有何事见本王？殿下，末将今日登门，不为私事，不为请托，只为投诚，只为效忠。末将马东同样誓死效忠殿下。收下这2人，整个京城的刀兵便尽入我手。谁敢暗算我，禁军就是我最快的刀。好，本王接受你们2人的效忠。谢殿下信任。规格定为族中最高义当，哪怕出皇帝亲临慰问，也不过如此。全族上下速归主宅。今日咱们举足相候，半点怠慢不得。秦王不单单是咱们李家的女婿，是晚清的夫君，更是与咱们深度绑定的生意盟友。三老太爷说的是。当初王妃提议联手贩卖蜂窝煤，老爷当即拍板，动用北方所有商号通路配合。如今北方12郡的商号尽数铺开，府中账房核算，今年的收益直接翻了3倍。各地分号源源不断往府里送银子，族里每一支旁支都分到了红利。万冲定下这门亲事，不少族中人还暗自担忧，觉得彼时秦王的封地虎寒。谁能料到短短时间风云巨变？古往今来，多少名将毕生求而不得的功绩，他20出头便做到了。如今又封天下剿匪大元帅，手持天子剑，掌先斩后奏大权，圣宠无双。族中长辈从小教导我们，打仗辅当开疆土，震慑蛮夷。从前左右的边关将领处处置大展拳脚，直到见到秦王所作所为，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强者不受任何桎梏。如今全京城军中子弟，谁不把秦王当成毕生奋斗的目标？同样是领兵，人家以2000人横扫草原，我们驻守边关，连小股蛮人骚扰都难以彻底肃清。高下立判。今日能亲眼见到秦王本人，这辈子都值了。往日只能听旁人讲述北疆战事，听闻王爷单人冲破上万蛮兵包围，一人一刀杀穿敌阵，不知道何等威风。朝堂皇子多是争权夺利之辈，唯有秦王才是契合我李丰风骨的真英雄。老爷，探子来报，秦王的车马已经出了秦王府，往咱们府邸这边来了，不出半炷香便能抵达府门。犹如死神敲击着我。岳丈，酒后了。王爷驾临寒舍，老朽荣幸之至。王爷，这是家中三老太爷从军50载，镇守边关多年，是我李氏硕果仅存的老功勋。这是家中族老，常年打理族中内务、军中人脉。这位杀神竟如此有气度。北疆珍稀药材，御赐珍丸入府。王爷，请入府落座。
王爷此次回京，加封大元帅，赐天剑，掌天下平叛兵权。我李氏世代从军，忠于家国，更忠于王爷。往后军中调度，地方呼应，但凡用得着，我李家绝不推回。岳丈通透。本王今日登门，一是探亲拜月，尽晚辈礼数；二是与李家定接下来的大局合作。天下叛乱四起，官军疲软，地方世家割据观望。本王即将整军南下，横扫叛乱。此战不止平匪，更是重整天下地方格局、清洗观望势力的关键。李家世代从军，底蕴深厚，人脉遍布各郡边镇。我会逐步将李家势力向外铺开，借平叛之机，让李家子弟随军立功，接管地方卫所。本王要让李家不再局限京城一隅。借此战成为横跨京畿边镇地方的顶级世家，同时北凉商会接下来会借平叛之势全面南下，打通中原各郡商路、物资通路、民生渠道。李家负责地方军务庇护，人脉打通，郡县落地；商会负责财富累积，军政与商贸绑定，利益绑定，一荣俱荣，步步抬升。这不是照福，这是要带李家跨越阶层，一飞冲天啊！老朽明白。李家上下尽数听从王爷调遣，军中子弟任凭差遣，全力配合王爷布局，商会铺展。王爷光临寒舍，柳家蓬荜生辉。岳丈客气。本王需要柳家掌控士林舆论，净化朝堂风声，引导文人言论，稳固中层，配合秦军平叛治理地方。秦王布局之深，城府之沉，远超所有皇子，此人绝不逆。柳家愿倾尽士林声望与文官人脉，追随秦王殿下。文武皆已入局，这天下的大旗该收网了。求见秦王殿下，这是我家主子的百年野山参。大人放心，此事本王心中有数。这京城的风向彻底变了。秦王气度宽宏，眼光长远，跟着殿下，仕途无忧啊！老六，他凭什么揽尽天下人心？军权、文臣、商道，他全占了，我们拿什么争？没有那盖世战功，你们只能看着本王登顶。入京，扬我北凉军威！我的天，这就是北凉秦军，这也太威风了！这身铠甲亮得刺眼，比禁军衣的甲胄好看100倍之。你看他们的站姿，一动不动，稳如磐石，这才是真正的精锐。难怪能横扫北蛮大军，这股气势，寻常兵马连对抗的勇气都没有，太有威势了！这才是我大秦真正的无敌铁骑。断铠甲，选材、锻打、淬火、打磨，成本绝对超过100两白银。还有战马，全是宝具。
耐力、速度、爆发力都是顶级战马，寻常边军战马10匹都比不上1匹。一个士兵，全套装备配齐，保守估算不下500两白银。养这样一支万人精锐铁马，一年最少300-400万两白银打底。秦王到底哪来这么多钱？北凉商会，而且这还只是10万秦军中的1万，全年开支妥妥突破5000万两。儿臣恭迎父皇驾临军营。恭迎陛下。云儿不必多礼，外界日日传授你秦军威名，朕今日亲自前来，带朕看一看你麾下这支横扫草原的铁骑。遵旨。没有一丝市井气，好严厉的军规，这才是真正的军队。参见陛下！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将士平身，谢陛下。云儿，朕今日算是亲眼开了眼界，你当真练出了一支绝世强军。这一支秦军，是朕此生所见最强军，无其一，无出其右。朕心甚慰，万分欣慰。名不虚传，当真第一铁骑。单凭这股军气，便可碾压天下所有兵马。北蛮铁骑号称草原无敌，遇上这般金军，溃败也是必然。秦王殿下治军之才千古罕见，绝世强军，江山稳固，四海安宁。有秦王坐镇，有秦军扫乱，天下叛乱弹指可平。托付天下平叛，赐天子剑，受先斩后奏之权。这是朕这辈子最正确的决断。大前盛世，四海肃清，可待